加菜，今天这顿我请，酒和菜全都挑最贵的上，不然就是看不起我。耀祖，桌上菜已经够多了，这么一大桌花销不小，少说也要几千块。二婶，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不成怕我没钱，想让大家 AA 分摊？没有，我只是觉得都是自家人，实在没必要这么铺张。我说了，这顿我请客，只管点最贵的菜，开最贵的酒。谁要是替我省钱，就是故意跟我作对。妈，既然他主动请客，我们不必多虑。哦，加菜，耀祖叔万岁！好样的，好孩子！耀祖可比志远大方太多了。耀祖啊，给爷爷加一个帝王参炒深海双头鲍。对对对，耀祖大气，也给二叔加个菜。您好，麻烦这边结一下账。今天谁都不许跟我抢买单，谁抢我跟谁急。您好，本次一共消费4600元。志远，你过来一下。志远啊，一共4600，你先帮我垫付一下。刚刚不是口口声声说你请客？请客的人本来就是我，只不过暂时让你先垫付而已。我银行卡里存的全是美元，这种小地方的门片肯定不收外币。你先帮我垫上4600，明天一早银行开门，我兑换完人民币马上转给你。两位先生，请问到底由谁来结账？快点结账，别让爷爷在里面等得着急。我明天一早肯定一分不少转给你。支付成功。你们店里怕是很少见到我这种出手阔绰的老板吧？赶紧后厨加急上菜。不就4000多块钱的小事儿，明天我就还给你，别摆着一张臭脸扫大家的兴。哼。付好了，爷爷爹，咱们走，车在外面等着呢。耀祖，不错，4600说给就给。志远，看到没有？以后多跟耀祖学着点，别整天抠抠缩缩的，连顿饭都请不起。这顿行了，爹，不就是4000多块钱吗？都是小钱。志远赚点辛苦钱不容易，我多花点是应该的，大家玩得开心就好。时间不早了，咱们走吧。慢走啊。耀祖有出息，建国真会教孩子。耀祖哥真厉害。时候不早了，我们走吧。志远，咱们也走吧。妈，你先去吧，还剩不少菜没动筷子，我叫服务员打包。哥，刚才我听前台说这顿饭是你付的钱。他说他手里只有美金，这里不收。嘿，什么美金？我看他就是不想付钱，也就大伯把他当个宝。志远哥，你就是太老实了，凭什么替他当这个冤大头？我跟你们说，我之前在国外，那都是跟着大老板打拼的，场面大得很。耀祖啊，咱有本事也不能骄傲，要低调。我听说昨天耀祖请吃饭，一顿就花了4600啊！耀祖真出息啊！一家人吃个饭，当然得点最贵的，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我儿子这才叫孝顺，这才叫仁义。以后你们有空都常来家里吃饭。行啊，耀成这么大方，到时候我也得带最好的酒才行啊。哟，志远来了，今天没去工地搬砖啊？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个保安的工作？下次请客吃饭也能让大伙吃点好的。林耀祖，昨天吃饭的4600，你什么时候还？你昨天说今天一早银行开门就去兑换人民币，现在已经中午了，银行开门3小时了，你的美金换好了吗？哎呀，志远，早上美国客户突然来个视频会议，我还没来得及去呢。林志远，你什么意思？我家耀祖天天忙大生意，分分钟几十万上下，能赖你4000块钱？大哥，志远他不是那个意思，他就是手头也紧。搬个砖的有什么紧不紧的？不就是嫉妒我们耀祖出息？大伯，你讲不讲道理？现在问一句就是计较了。志远哥替林耀祖垫了4600，那林耀祖白吃白喝还吹牛，算什么？婷婷，你怎么跟长辈说话的？志远，你放心，钱我肯定还。咱们一家人要是为了这点小钱伤了和气，那就是你的不对了。听见没有，林志远？好好听，
好好学。耀祖啊，在这说什么呢？爷爷，正好大家今天都在，我有个事儿跟大伙说一声。爷爷70大寿，我打算给爷爷大办一次，就找张家大席包办。耀祖，你说真的？这可是最贵最好的办席班子。爷爷，我还能骗你？15号是个好天气，咱们在村广场办，宽敞干净，订10桌席，10全10美，让亲戚们邻居们都来，再订个3层大寿糕，还要让张老板请县里的戏团子连唱3天。不愧是我儿子，舍得花钱。我们耀祖这才是真孝顺，可不像某些人啊，只会拿着旧账在那儿算。耀祖真是大老板气派啊，林家祖坟冒青烟了。是啊，志远，别整天盯着那点烂账了，你多跟你弟学学什么叫格局，不然啊，一辈子没出息。耀祖有心了。不过志远，我最近手头有个新项目，美国那边客户盯得紧，天天视频会议，联系张老板订寿宴，你能不能先帮我跑一趟？你说了寿宴你来张罗。哎呦，志远，你这什么话？耀祖天天忙大生意，连睡觉功夫都没有，人家既出钱又出力，让你联系办席老板，你都不乐意？志远，你这也太计较了，都是一家人，分那么清干嘛？就是嘛，志远，你看你弟这么有出息，你搭把手也好沾你弟弟的光啊。志远，人家耀祖出钱又出力给我办寿，就让你联系一下办席的，你都推三阻四的，你就是这么孝敬老人的？志远，你看看你，就打个电话跑跑腿，联系张老板又不费什么事儿。爷爷70大寿，钱我出了，你总得尽点心意，对吧？寿宴我出力，但张家大席是要付定金的，这个定金谁掏？哼，你们听听，跟自己亲戚算的门儿清。志远这性子太毒了，难怪混不出名堂。就是，人家耀祖都答应办这么大的场面了。你们讲不讲道理？林耀祖自己要张罗的，他要是不想付定金，就别吹这个牛啊！行行行，既然志远这么抠门，等我这批美金结混了，立马打给你，1分都不会少。哼，还是我们耀祖大气，听见没有？你弟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想怎样？就这么定了。儿子，爹这辈子没白活，你真给老子长脸。那当然了，爹，不像那个林志远这么窝囊，到现在都不知道在折腾什么，也不见他出去上班，还这么抠门，这还是长孙呢。儿子，你听爹的，趁早把钱还给他，在手机上还，截图发群里，让大家都好好看看是谁付的钱，请的客。当然是你儿子我付的钱啊，我林建国的儿子，真金白银，大气，让那个没出息的林之生学去吧。行，爸您放心，这点小钱我眨过眼吗？志远哥，志远哥，你真要帮林耀祖定位置付定金？他说的什么没时间都是借口。我昨天看他在村头闲逛了一天，怎么可能没时间去联系办席的？肯定是不想付定金，到时候又要你来包底。这次不一样。什么？我说过了，谁张罗的，谁掏钱。喂，小张，林家村要办席，寿宴10桌规模，你这边接吗？远哥，你也太见外了。我们开业，要不是你常来代客捧场，哪有现在的名声啊？你说哪天我给你安排最高规模？15号，按照正常规模准备。行，老规矩，不收定金，直接给您准备。不用，这次定金要正常收。啊？真不用，远哥？要交，因为这次不是我张罗的，定金一定要正常收。行，远哥，您怎么安排，我就怎么办事儿。喂，志远，联系好张老板没有？跟他说我们请他办寿宴了吗？说了，但要交5000定金。行啊，没问题。那你先帮我垫上，我回头还你。行了，忙挂了。喂，志远，寿宴定没定啊？别忘了告诉他请戏班子，订大蛋糕。说了，但我说了，要交5000定金。找到就行，赶紧给我定了，
我忙着呢，先挂了啊。林耀祖，你还想用我的钱充你的面子，让我当这个冤大头，门儿都没。志远啊，后天就是15号了，你跟张老板定好我们的大席了吗？把流程发我一下，我好安排大家怎么做。还没定席。什么？我昨天问你，你还说都安排好了，现在你跟我说没定，窝囊废！我就说他办不成事儿。爹，您看看，明天就是您70大寿，他连个办席的老板都定不下来。志远，怎么回事？爷爷，我是联系上了张老板，但是耀祖没给我定金，所以没有定下来。什么？耀祖，这是怎么回事？你就因为这么一点钱耽误你爷爷的大寿？耀祖没给你，你不会自己先垫上吗？林志远，你怎么这么狼心狗肺？就是，太不像话了！老人70大寿啊，这都能拖？眼里还有没有长辈？你们讲不讲理？是大表哥说要办，是大表哥让哥联系的，这定金凭什么让我志远哥出？我已经协调好了，但是因为是急定，要交5000定金。只要耀祖现在把定金转给我，寿宴马上就能安排。志远，这样，你先垫上，等大寿结束了，上次的饭钱和这次定金，表哥一起还你。既然表哥现在拿不出来，又是爷爷的大寿，那不如这笔定金我们各家均摊。我同意。不行，我说了我包了，就是我包了。现在说均摊，你这不是打我的脸吗？让亲戚族老怎么看我？志远，就这么点钱，你垫付一下不就行了？我还能欠你的？爹，你看看志远，翅膀硬了，耀祖都说了他来付，这么点钱我们耀祖几分钟就挣回来了，均摊什么均摊？志远啊，你连这么点钱都拿不出来，不知道这些年怎么混的。爹，你们别这么说志远。闭嘴！看看你教的好儿子，眼里只有钱。爹，妈，没事，我来说，定金5000，还有上次吃的团圆饭4600，你请客，怎么要让我掏钱？志远，你先垫一下，我还能差你这点钱？爷爷的大寿要紧，等大寿办完，我一块还给你。一家人别整得这么小家子气。志远，你先垫一下，我肯定不差你钱。耀祖哥，既然这么看重爷爷的生日，掰扯这些有什么用？你直接付钱不就好了？你生意那么大，随便找人兑点钱，不就能把你的美金兑开了？说的好像我们家给不起一样，让你垫5000块钱就跟要你命一样。耀祖，给钱，让他们看看谁才是林家的种。耀祖，你爸说了，让你现在把钱转我。没错。行，我这就当着大家的面转给你。就你事儿多。哎呦，我忘了，早上刚转走一大笔进货资金，现在我的银行卡限额了，今天实在转不了。听见了吧？我儿子做的都是大生意，每天进账出账多，让你说的耀祖跟赖你账似的。志远，你就先垫付一下，明天我起来第一件事儿就是跟你把钱结清。既然你拿不出来，那定金那就均摊，5000每家1000。我同意，哥，我转你。反了！我看你们是都反了，都说了我们家耀祖包了，还非要均摊，就要打我的脸是不是？耀祖，你明天必须还他团圆饭的饭钱，还有今天其他人出的定金，全都还了。哎呀，爸，你消消气儿，咱们都是一家人，为了垫不垫钱这么点小事生气，不值当。听见没有，林志远，跟你表哥好好学学，跟自家人斤斤计较算账，真是有出息。爷爷，马上就要70大寿了，不要置气。您放心，其他的东西我早就都安排好了，席面、8荤8素8大碗齐全，大寿糕3层子，连唱3天都包在我身上。大家15号直接来，敞开了吃，什么都不用操心。好，还是耀祖孝顺。不像某些人，5000块钱还算这么明白。就是，还是耀祖大气。志远，刚刚说的席面、寿糕、戏班子，你帮我定一下。你不是说你安排好了吗？我那不是为了帮你缓和气氛吗？
你就顺手的事儿。你也知道表哥对村里都不熟，我也不知道上哪儿订。你只管订好的，多少钱都无所谓，到时候我一起转给你。你说了，你安排，安排不了就去跟你爸和爷爷说清楚。行，包在我身上。你跟那窝囊废说什么了？爸，我就安慰志远几句，毕竟是一家人，抬头不见低头见，没必要为这点小钱闹别扭。好，还是我儿懂事。耀祖这气度，有些人怎么都学不来。耀祖，你爷爷的寿宴一定要办得风风光光，让你爷爷跟亲戚们看看谁才是林家的种。爸，您放心，我绝对把爷爷的寿宴规模拉到顶。志远，闹归闹，别忘了安排寿宴。我说了，这可关系到林家的面子。行了，我还一堆事儿要忙，就这么定了。爷爷，70大寿，我一定让您高高兴兴的过。好，耀祖有心了。耀祖啊，这席面呢？怎么连口热水都没有？戏班子呢？怎么可能？该不会压根儿没准备吧？爸，爷爷，你们别急啊，我这不是跨国生意太忙了吗？席面、寿糕、戏班子，我前天就让志远帮我定了。又是这个窝囊废给你捣乱！志远，你可算来了！我让你订的席面、寿糕、戏班子呢？什么东西？这不是你安排吗？林志远，你成心的是不是？今天是你爷爷70大寿，耀祖为嘱咐你这么多遍，耀祖不差你钱，你把事情办成这样，简直是混账！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爷爷？你想让我老脸丢完吗？哎呦，我大清早5点多骑电动车赶过来，到现在一口热水都没捞着喝。妈妈怎么还不开饭？我好饿。这叫什么事儿啊？饿一上晚了，啥吃食都没见着，看给我家小子饿的。耀祖前天不是当着大家的面说了，席面、寿糕、戏班子全都包在他身上。就是啊，大家都听见了，现在反倒推给志远哥安排，叫哪门子全包？感情全包了，就只是动动嘴皮子糊弄人呗。哎，对呀，耀祖明明当众拍胸脯说全包，没错，我当时就在边上坐着听得清清楚楚，还说不让各家随礼带食。耀祖啊，今天全村老少都来了，你总得给大伙儿、给老爷子一个说法吧？哥，远哥，你是这次招待的负责人，你叫他什么？我之前办宴席在张老板店里吃过几次饭，这次寿宴是我联系他过来的。你们看，我都说了，我全都安排好了。张老板，你还磨叽什么？赶紧把宴席、桌椅、菜都摆上。您放心，承办乡村寿宴我们是专业的，但是我们行内死规矩，先交钱再备菜开席。现在总站抹零4万2，请问哪位负责人结账？你说什么？各位实在抱歉，我们办席的规矩是先交钱再开宴，请问今天谁负责结算款项？你先上菜。我连你们家菜品口味都没尝过，凭什么现在立马结账？后面让我公司财务统一跟你对公转账，耽误老爷子70大寿热闹场面，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对不住了，我们乡下承办酒席从来不赊账，尤其寿宴食材要提前1天采购备货，不给钱后厨不敢开火备疗。听见了吧？之前定金我跟你提过好几次，你一直拖着不给。既然当初是你亲口说全包，现在结账理所应当。这小子今天怎么跟换了个人似的？以前凡事都好说话，今天死活不肯垫钱，故意当着全村人的面让我下不来台，是不是？耀祖哥，人家只是按规矩办事，又不是故意针对你。大伙儿都饿半天了，赶紧结账上菜吧。是啊，耀祖，你爷爷年纪大，胃空腹扛不住，赶紧把账结了，开席吧。耀祖，怎么回事？抓紧结账上菜。爸，爷爷，林志远，让你搭把手垫点钱，你就处处刁难。耀祖常年在外做大生意，哪有空随身带现金？你给他先垫付怎么了？就是啊，今天是我爷爷70大寿，这么重要的好日子，先开席，让长辈吃饱喝足再说。我又不是赖账不给，你现在立刻安排上菜。对呀，先让圣星上座，哪有把一大家老人晾在广场吹风的道理？说到底就是几万块钱，晚点结又不碍事。听见没有？我儿子还能差这点宴席钱？就是，赶紧让后厨开火上菜。各位长辈，实在对不住，我们就是小本香宴班子，鸡鸭鱼肉全要现款预定，一律概不赊账。
况且之前远哥特意提前跟我交代，本次寿宴全程由林耀祖先生全权负责，所有款项只能找他结算，不能记在林志远名下。耀祖，别为难张老板做生意，先付钱后上菜，走到哪里都是规矩。再把上次土菜馆4600饭钱一并结清。耀祖，既然所有人都等着，你赶紧把钱付了。46000，我微信加现金拢共就300多，拿什么付？行，不就是4万多吗？说的跟我付不起一样，我付。多大一点小事儿，非要在老爷子寿宴闹得所有人不痛快。46000是吧？我这就转。真是关键时刻掉链子，手机没电关机了。算了，志远，你先帮我垫上。宴席结束，我回家充上电，连本带利一分不少转给你。对，耀祖常年在国外做大跨国生意，手里流水几千万，还能欠这点小钱？志远，你先垫付。没钱我垫不起，实在不行咱们所有人 AA 分摊。区区几万块，你看得比天大，专门当众恶心我。我说了，这场寿宴我全包，你非要大伙凑钱，是不是故意拆我台？耀祖哥，谁请客谁付钱，天经地义。你嘴上说全包，次次都想让志远哥掏钱。小孩子家少插嘴。耀祖只是海外资金周转不开，又不是欠钱不还。大喜日子别吵架，我随身带快充，插上2分钟就能开机，绝不耽误开席。行，我充。可这充电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机，更没法扫码，在这耽误大家时间干什么？先上菜，等手机充好电，我立马把钱付了。实在抱歉，林先生，我们这儿确实没有先开席后付款的规矩。你会不会做生意啊？我儿子是做跨国大生意的，每天经手的都是几千万的流水，能赖你们这点饭钱？爸，您消消气。志远，不是我说你，你要是早点把那5000定金付了，大家早就吃上热乎饭了。都是一家人，计较这么多干什么呢？我还能不给你吗？就是啊，志远，都是一家人，你先垫上能怎么着？算了算了，志远不愿意垫上钱就算了，大不了咱们多等耀祖一会儿，等耀祖手机开机，把钱付了，咱们赶紧吃饭。这位老板，咱们的后厨只保留到中午12点，你们还订吗？不订的话，我们得安排给别的预订客户了。现在已经11点50了。志远，你就先垫上不行吗？我又不是不给钱，你就这么眼睁睁看着长辈们在这儿干站着受累啊？就是一句话都不说，装什么哑巴？为了点钱斤斤计较，真是不孝。我说了，如果你不付钱，我们就分摊；如果你铁了心要请客，那你就自己付钱。行了行了，耀祖，要不你就先把钱了吧，反正你做大生意的也不差这点钱。就是啊，耀祖，这都快12点了，大家还饿着肚子。你刚才不是说你全包了吗？怎么付个钱还推三阻四的？行，不就是几万块钱吗？哼，一个乡下破办席的，我就不信你们这儿还能有 POS 机。可以，老板，我们也支持刷卡结账。怎么可能 ？POS 机就在车上，我这就去拿。这个办席的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个乡下办席的，怎么还专门带了 POS 机？是不是诚心想让我丢脸？我的卡里根本1分钱都没有。哼，还得是我们家耀祖能扛事儿，关键时刻还得看真金白银，说给就给了。就是，关键时刻还是耀祖孝顺有出息啊，好饭不怕晚，咱们稍微等一会儿也没什么。这个该死的林志远，他到底是抽什么风？为什么今天就是不给我付钱？志远哥，我看这个林耀祖一直看你，肯定还不死心让你付钱，你绝对不能心软，知道吗？我说了，谁请客谁付钱。老板，POS 机拿来了，您现在可以刷卡了。耀祖，刷卡，刷完茶咱们开饭。我看等开席之后，林志远他还不好意思动筷子。张老板，你懂不懂啊？我这张可是境外专属的美金黑卡，你这种随身带的乡下小机器根本识别不了大额外汇。老板，我这台机器支持境外所有主流外币卡，实时结汇，实时到账，您刷卡付钱，我马上开火。耀祖，刷卡，让他们见识见识这个外国卡怎么刷。行了，耀祖，别跟他掰扯了，赶紧刷卡，咱们开席。这都几点了？志远，我再好心给你一次表现的机会，你把钱垫上，回头我双倍给你。我不垫，林耀祖，你随便表现。行，我刷。行了，现在可以开席了吧？大伙儿快坐下吃饭。等一下，老板，你付款失败了。耀祖，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会付款失败？等等，我想起来了，我这张卡不能在国内刷。那老板，你这边到底打算怎么付钱？
再过5分钟，我们就去接别人家的席。你催什么催？我说我不给了吗？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我做了几年的生意，给10几个村办过席，一直都是先结账再做菜，就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没钱就说没钱，在这装什么？你这生意我不做了，收摊。人家老板确实没说错啊。算了算了，我今天真就不该来，不想请就别请呗，我都快饿死了。耀祖，你到底有钱没钱？你要把我这张老脸丢完吗？爸，别人不信耀祖，你还不信耀祖吗？他肯定有钱。你等一下，我有钱，你在这里等着，给我5分钟。5分钟不行，5分钟我就走了，2分钟最多2分钟。好好好，2分钟就2分钟，你等我。都怪这个林志远，这次他中邪了吗？怎么死活不借我钱？没办法，只能用那个办法了。请眨眨眼，请左右摇头。还款期限10天，日利率0.1%。我靠，这是高利贷呀！算了，10天就10天，先过了今天这关再说。您的借款申请已通过。耀祖怎么还没回来？到底行不行啊？就是，不会是真没钱偷偷跑了吧？瞎嚷嚷什么呢？我儿子做的是跨国大生意，能差这点钱？大公司的账目那都是要走财务流程的，你们懂不懂啊？多等几分钟怎么了？志远哥，你觉得林耀祖能拿出钱吗？和我们没关系。张老板，过来，扫码付钱。4万成功，看见没有？不就4万多块钱吗？老子有的是钱。张老板，赶紧给我安排上菜，别耽误我爷爷过寿。好嘞，马上上菜。好孩子，耀祖真是给林家争光了。哼，某些人啊，一辈子也见不到这么多钱，学着点儿吧。既然有钱，就把之前垫的4600还我吧。过完寿会给你的，就现在。看看你这个样，为了这么点钱，都快跟自己族兄弟翻脸了。耀祖，给他。这个林志远是不是吃错药了？怎么这么轴？到账4600元。给你了，以后少追着老子要钱。爷爷，您多吃点。不过说实话，这乡下的菜也就那样。我在国外吃的那才叫高级，顶级的蓝鳍金枪鱼鱼子酱，一顿饭就得大几万，那味道比这强100倍。我跟你们说，那金枪鱼得有这么大。哥，你听听，他又开始吹了。什么蓝鳍金枪鱼，他自己见过活的吗？不用管他吃你的。耀祖，你可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我们听都没听过这些。是啊，那什么鱼子酱是不是特别贵？咱们这辈子怕是都没机会见到了。耀祖啊，听你这么一说，爷爷这辈子要是能尝上一口，那死也瞑目了。爷爷，瞧您说的，今天您过寿，我本来想让您尝尝的，可惜呀，这乡下的小破席太低端，根本没有这种高级货，真是太遗憾了。就是，这穷乡僻壤的，哪配得上我儿子的档次？这位老板，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其实我们张家大席是有您说的顶级蓝鳍江鱼和进口鱼子酱的。你说什么？你们这儿有？是的，我们总店在市里有专门的冷链合作商，只要您需要，我们现在就可以派专车送过来，最多20分钟就能到。耀祖，真的有啊！哈哈哈哈！好，既然有，那就赶紧上。耀祖，快给你爷爷安排上，让大家都跟着开开眼界。耀祖啊，这金枪鱼和鱼子酱听着就很贵吧？让你这么破费，多不好。是啊，别太浪费钱了，今天已经吃得很好了，心意到了就行。哎，大家这叫什么话？今天是我爷爷70大寿，只要爷爷开心，花多少钱都是小钱。还是耀祖孝顺呐。听着，要上就上最高规格的，说吧，最顶级的套餐要多少钱？好的，老板，我们最顶级的至尊海鲜套餐，包含极品蓝鳍金枪鱼腹肉和百年鲟鱼子酱，加上专车加急送到，一共是10万元整。10万？我卡里一共就剩3400了，上哪儿弄10万去？
这种顶级的食材对新鲜度要求极高。现在大中午的，从市里专车运过来，折腾这么久，味道也变了，还是别麻烦了。这位先生不用担心，我们有专业的移动制冷设备，保证送过来的时候和刚出海一样新鲜，一点都不麻烦。哈哈哈，志阳，你就是没见过世面，人家大饭店专业着呢，用得着你咸吃萝卜淡操心？你以为都跟你在工地搬砖一样呢？就是，呵呵，林志远，你个小气鬼，自己舍不得花钱，还想拦着我孝敬爷爷？别在这对我指手画脚的，给我定，就定那个10万的高级套餐，现在就给我下单。耀祖真是年轻有为啊！这排场城里大老板也不过如此。建国兄，你可真是养了个出息好儿子，咱们林家这下彻底光宗耀祖了。区区海鲜套餐算不得什么，服务员再加25桌，请全村人都来给老爷子祝寿，这才对得起祖宗脸面。好，好，好！再加20桌，连同海鲜套餐起码20万块，只为一顿饭，太过浪费。说什么浪费？我林建国请客吃饭，花的是林家的钱，轮得到你指手画脚？志远啊，你就是在工地搬砖搬久了，没见过世面，10万块算什么？我林耀祖一句话的事儿，加25桌全加，海鲜套餐全上，排场必须拉满。耀祖大气，哈哈哈！大家吃饭，我出去买单。走，跟哥出去透透气。哥跟你说点事儿。耀祖哥，什么话不能在这儿说？表哥，都是自家人，你想说什么就在这儿说。嗨，是我和志远的私事，你们好好吃。志远，好弟弟，哥跟你商量个事儿，你帮哥做个担保，贷20万，就签个字走个流程，绝不用你出1分钱。等哥美金结汇，连本带利立马还清，1分不少。谁请客谁掏钱，我没有替你担保的道理。不是让你出钱，就是签个字，银行走个过场。你在工地干了这么多年，好歹混了个小包工头，有正经工作，银行认你。签字就是责任，你还不上了，债就是我。你小子是不是太绝情了？一家人情分在你眼里就值20万，你就签个字，帮哥撑个场面。回头爷爷大寿办成了，全家都记你的好，你在林家也算抬得起头。场面是你自己撑。我写借条，按手印，白纸黑字，哥求你了，行不行？你就松个口，哥这辈子记你的恩。林志远，你给我站住！见鬼了，这个林志远现在怎么这么难说话？各位长辈，实在不巧，境外卡跨境限额没解，今日的海鲜套餐和加桌只能先作罢，等日后限额解除，哥一定补上，加倍补上。耀祖啊，你平日里不是总说做跨国大生意分分钟几十万上下，怎么区区几万块就触发限额了？这说不通吧？就是，境外卡限额，听都没听过。把手机拿出来，看看银行的限额提示，咱们也开开眼。境外系统全英文，村里人看不懂。再说账户流水涉及商业机密，不便示人。把手机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眼，堵上这些人的嘴。别藏着掖着，真有限额就亮出来，爷爷给你做主。耀祖哥，你这上面哪有什么跨境限额交易受限，连一条银行通知都没有。这是境外银行后台限制，前端界面不显示，只会嘴上装阔，实际全是吹牛。建国还天天以子为荣呢。不想请客就直说，吹这么大的牛皮哄骗长辈，我林有福这辈子没这么丢人过。等限额解除，一定单独补一场更隆重的席面。我林耀祖说到做到。谁信呢？真是丢人现眼，赶紧回家。怎么这么快就要还？老子连500都拿不出，怎么还这5万块？看什么呢？没什么，广告。哼，那还不走？林耀祖，5万欠款今日必须还清，下午6点前不到账，处上号门催手。大哥，宽限几日就几日，我美金马上结汇，到时候连本带利。少废话，下午6点1分不能少。大哥，误会，那钱不是我借的，是林志远要经手的，他才是正主。你们找他，他有钱，就叫林志远在志远建筑搬砖的，他的号码是138。林志远是吧？林耀祖那5万你赶紧还了，别装死。谁借的？你找谁？装什么蒜？
林耀祖说钱是你让他借的。再骚扰，我直接报警。这个林志远竟然又不帮我还钱，这下5万，老子拿什么还5万？谁呀？可算找到你，5万块还钱。两位大哥，我真的没钱，钱都用来办寿宴了，我一分没花呀。没钱？那我们搬东西去村委会闹，让全村都知道你林耀祖欠钱不还。下午6点，你亲口说的，现在装什么孙子？求你们别，千万别！那就还钱，再不还钱，老子动手了！钱是给我爷爷办寿宴花的，席是大家吃的，要钱就找他们要，别来找我。你说什么？老爷子，既然钱花在您身上了，您孙子还不上，您老是不是该表示表示？林耀祖，你自己请客办寿，凭什么让大家还钱？就是我们连龙虾壳都没捡着。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借条是林耀祖签的字，再不还钱，我们就把你们这儿砸了！别！建国先出2万，舅妈，不用给。不好吧，大家都给。这是林耀祖自己闯的祸。行了，下回再来借啊。等等，你谁呀？敢挡大爷我的路，滚开！暴力催招、恐吓威胁、私闯民宅，哪一条都够你们进去蹲几天。就是违法，你们违法！光天化日敢上门闹事，还有没有王法？给老子让开，不然老子动手了！警察，举起双手，蹲下！谁报的警？我。他们涉嫌暴力催收，这是证据。非法放贷、暴力催贷，你们被逮捕了，跟我们走。林志勇，都怪你不识抬举，害老子落到这个地步。耀祖，你给老子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会借这么多钱？5万块，你干什么了？啊？就是林大老板不是分分钟几10万上下吗？怎么沦落到借高贷？给老子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会借这么多钱？该不会是赌的吧？爷爷爸，我前阵子一笔海外投资亏了，本来不想告诉大家，怕大家担心，可爷爷70大寿我答应了要大办，不想让爷爷失望，扫了大家的兴，才临时借了钱周转。这么大的生意，哪有一帆风顺的？起伏波折都是常事。也是做生意嘛，有赚有赔。5万块对耀祖来说确实不算大事，周转不过来也是有的。傻孩子，有事怎么不跟爷爷说？你呀你，怎么不跟爸商量？爸虽然不懂你那什么跨国生意，但多多少少也能帮衬点。不想让大家担心，我是长孙，本该我撑起这个家。好孩子，好孩子。要我说啊，耀祖这魄力就不是一般人，亏了钱还想着爷爷的大寿。这份孝心，咱村几个年轻人比得上？那是，我林建国的儿子能差到哪儿去？这点风浪算什么？好孩子，爷爷没白疼你，那5万块爷爷给你还了，你别借那些乱七八糟的了啊！爷爷，这钱算我借您的，等我海外资金一回涌，连本带利还您。说什么借不借的，爷爷给你的，以后都不要再提了。好。谢谢爷爷，各位叔伯婶婶，谢谢你们，我一定争气。再过几天就是祖祠修缮动土的日子，到时候三老太爷林宗盛会亲自过来主持，你们都给我打起12分精神，好好表现，千万别丢了我们大房的脸面。耀祖在外头混得好，见过大世面，懂场面，也会来事儿。这次祖祠的事儿你多上点心，跟在三老太爷身边多张罗张罗，给咱们长房争口气。好，哈哈哈哈！爷爷，这事儿交给我，你就尽管放心吧。
耀祖心里有数着呢，他在城里认识那么多大老板，什么大排场没见过？这次三老太爷来，耀祖绝对表现的让全族人都高看咱们一眼。爷爷、爸，瞧你们说的，这都是我身为林家长孙应该做的。志远，你就不一样了，你性子闷又死心眼儿，嘴笨不会说话，到时候别闷头犟着来，多跟你表哥学着点儿，听到没有？志远，听妈的话，到时候好好配合。你爷爷年纪大了，你千万别再惹他生气。有什么委屈，咱们忍忍就过去了。妈，您放心吧，只要人不犯我，我就不会犯人。今天劳烦三老太爷您亲自出面主持祖祠修缮的事儿。今天这事您怎么说，咱们全族上下就怎么办，绝无二话。哎，这修缮的事情可好说，但刚才我们去祖祠看了看，里面的供桌裂了条大缝，少说也得3000多块，咱们各家各户都凑一凑。是。三老太爷好，各位叔公好，老太爷，各位族老，这点东西哪里还用得着大家伙凑钱啊？这钱全算在我林耀祖一个人头上。我待会儿就给城里的朋友打电话，让他给咱们拿最好的货，纯红木的供桌，纯黄铜铸的香炉。咱们给祖宗用的东西就得用最体面的，绝对不能丢了咱们林家人的面子。好啊！耀祖这孩子不仅有出息，心里还惦记着祖宗，真是个大孝子。有心了，不愧是我们林家的大孙子，懂事。这都是耀祖应该做的。志远啊，你也老大不小了，平时得多跟耀祖学学。同样是林家的孙辈，你看看你表哥，一听说祖祠要换祭器，眼都不眨就全包了。这才是长房长孙该有的气魄。巫婆仪式，家族的体面，祖宗的脸面才是天大的事儿。男人要想成大气候，靠的不是埋头出一身蛮力，靠的是心胸，是格局。三老太爷说的在理，同样是林家的孙子，这差距确实不小。志远啊，你确实该长进长进了，别整天闷不吭收，在外面做大生意那么忙。耀祖在外面，你多跟你表哥学着点，别总让耀祖一个人把林家的重担都扛了。三老太爷，各位叔伯，你们是不知道，我家耀祖从小就是个操心的命。他在城里生意做那么大，每天流水的资金都是几十万，可只要一听说是家里的事儿、祖宗的事儿，他比谁都急，非要亲自盯着才放心。我这个当爹的劝都劝不住。爸、爷爷，你们再夸我都不好意思听了。不过志远啊，表哥也是为了你好。修缮祖堂是个大工程，等我把红木供桌和黄铜香炉买回来，你就在旁边搭把手、跑个腿、搬搬东西。到时候在祖宗牌位前，表哥也算你一份功劳，怎么样？够意思吧？瞧瞧，什么叫当表哥的格局？自己出钱出力，领导还不忘拉扯亲表弟一把。咱们林家有耀祖这样的长孙，真是家门大幸。远，你表哥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你还不赶紧表个态，谢谢你表哥，这可是你沾光给祖宗尽孝的好机会，别整天闷不吭声，跟个木头似的，不知好歹。志远，你先别急着走。刚才三老太爷的话你也听到了，表哥这是在给你争表现的机会。你在城里干工地，整天跟那些建材商、木器厂打交道，认识的人多，跑一趟买祭器最方便。你的意思是，你今天下午抽空去城里，把那套红木供桌和黄铜香炉给置办了，顺便把车费和货款先垫上，等回头我的外费资金到账了，表哥再一起算给你。给自家祖宗办事，你可别计较这点小钱。年轻人眼光要放长远，别整天把钱字挂在嘴边，显得多俗气。刚才在堂屋里，拍着胸脯跟三老太爷保证说，全包在你身上的人是你，可不是我。既然这风头你已经占尽了，那这祭器你自己去买。至于我，如果我要给祖宗送祭器，我会自己单独出点。林志远，你怎么能这么不懂事儿？这可是给咱们林家祖祠修缮办的大事，你身为林家子孙，推三阻四的像什么话？我看你就是眼里只有钱，连对祖宗的一点孝心和诚意都没有。你整天算计着这几千块钱，连祖宗的脸面都不顾了，你对得起林家的列祖列宗吗？随你怎么说，想要祭器自己掏钱去买，别在我这空手套白狼。敬酒不吃吃罚酒，我看你一会儿怎么跟三老太爷和爷爷交代。志远哥，大表哥又无赖了是不是？这次你别再帮他兜底了。放心，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他既然喜欢把牛皮吹大，那我就等着看他怎么把这牛皮给吹破。三老太爷，您可得给我评评理，
你说，发生什么事了？我为了咱们林家祖祠，那是掏心掏肺，眼都不眨就答应把红木供桌和黄铜香菱全包了。可志远呢？我寻思着他在城里干工地，认识做木器的商家，让他帮着跑个腿代买一下，顺便先垫个款，等我外汇到了就给他。他倒好，当场就给我甩脸色，张口闭口就是没钱不办。这可是给祖宗修缮办的大事，他眼里除了钱还有没有咱们林家，有没有您位三老太爷？他这分明是对祖宗心不诚啊！混账！把那个林志远给我叫过来。好，不过老太爷你也别太生气了，别气坏身体。还不快点！哼，惹恼了老太爷，我看你怎么收场！老太爷，不知道这个混小子干什么混账事儿了，您这么生气？哼，你问他，他还有脸来？我也不知道我做什么了，请老太爷明示。你还好意思问？你表哥身为林家长孙，把最难的出钱大头都给挑了，你不过是让你跑个腿搭把手，你还推三阻四，你是不是眼里就只有钱？你眼里到底还有没有祖宗，有没有这个家族？我们林家怎么生出你这么个钻进钱眼里的不孝子孙？林志远，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你表哥在外面做大生意，赚了钱不忘本，一心想着光耀门楣。你呢？你整天在工地上混，没大出息也就算了，连给祖宗办点事儿都斤斤计较，简直是丢尽了我们林家的脸。你要是还当自己是林家人，现在就去把这事儿办了。志远，算妈求你了，你就答应了吧，别跟你爷爷和三老太爷顶嘴了，他们年纪大了，气不得。不就是去城里跑一趟吗？你就辛苦一下，别惹长辈们生气了啊！行，既然三老太爷和爷爷都这么说了，这差事我接了。今天下午我就去城里把这套红木供桌和黄铜香炉买。志远，这就对了嘛！到底是亲兄弟，打断骨头连着筋，给祖宗办事儿哪能分你我？你放心，等表哥这笔外汇资金一到账，立刻就把钱补给你，绝对少不了你的。哼，林志远，跟我斗？你不是很能要账吗？这可是给祖宗买的祭器，只要你今天把钱垫了，回头我就说外汇限额多死，看你敢不敢找祖宗要账。到时候风头是我的，钱是你出的，你只能给老子吃个哑巴亏。这个林志远现在真是邪门了，怎么这么看我？慢一点，对齐中线。志远哥，这都是你自己顶着大太阳跑去城里看的，挑了最好的老红木，连香炉都是挑最沉、成色最好的，自己垫了小1万块钱，还亲自跟着货车送过来。你也别光说不做，功劳全算在爱邀功的大表哥身上了。放心，我有办法。哎呀，好东西，真是好东西啊！瞧瞧这料子，这可是正宗的老红木，油性足，密度高，没个万把块绝对拿不下来。这香炉也沉甸甸的，雕工精细，一看就是高档货。耀祖这孩子办事就是靠谱，出手大方，眼光也毒辣。咱们林家有这么个出息的长孙，真是祖宗保佑啊！你们看清楚了吗？这明明是志远哥！哎呀，三叔公、五叔公，不好意思啊，我刚在城里跟几个外商签了个大合同，一忙完就火急火燎的往回赶，总算没耽误祖宗的大事儿。这祭器送到了吧？大家伙瞅瞅，我挑的这东西还过得去吧？三老太爷，各位叔伯，你们可算来了！你们瞧谱这成色，不是我吹。为了这套祭器，我可是亲自给城里最大的木器厂老板打了好几个电话，磨破了嘴皮子，才让他把压箱底的100年老红木料子给拿了出来。还有这尊香炉，那也是我特意交代要用最上等的加厚黄铜，纯手工雕刻的。给咱林家祖宗办的大事，我林耀祖绝对不含糊，必须得办得体面面，才对得起列祖列宗。好啊，耀祖，难得你人在城里做大生意，心里还时刻装着祖宗，办事能这么周到，这么心诚。咱们林家这年轻一辈里，要是人人都能像你这样有出息又懂孝道，何愁家族不兴旺啊？大家伙都跟着耀祖多学学。三老太爷说的极是，耀祖真不愧咱们林家的骄傲。瞧瞧这格局，这孝心简直就是晚辈们的楷模呀！购货单和发票我已经放在供桌右边的抽屉里，木器厂和铜器铺我都熟，给的是最低的友情价，2样东西一共是3280。耀祖表哥，
既然你现在忙完了，那就顺手把这钱转给我吧。什么？志远，这东西是你掏钱买的？药祖刚刚不是还说……怎么回事？药祖，这祭器到底是谁出钱办的？我觉得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志远表哥顶着大太阳跑断了腿，自己垫了3280块钱把东西买回来，到大表哥嘴里就成了他的功劳了。大表哥，既然你说你包了，就赶紧转账吧。婷婷，你不懂事，表哥不跟你计较，但是志远，不是做哥哥的说你，你怎么也这么不懂事儿？给祖宗置办祭器，那是咱们做晚辈的光荣，你怎么能把账算得这么清？我最近忙着跟外商谈几百万的跨国合同，忙得脚不沾地，一时忘了把这3000多块钱转给你。你倒好，当着三老太爷和列祖列宗的面，鸡吃白脸的要账，你眼里究竟是祖宗重要，还是这点小钱重要？你当众算计这些，就是对祖宗心不诚，让列祖列宗看着多寒心啊！药祖说得好，三老太爷，各位叔伯，也是怪我，是我考虑不周，光顾着忙生意，忘了提前把钱给志远，才让他跑了腿，还受了委屈。志远，等表哥回头，外汇一结清，不仅把这3280块一分不傻的还你，再额外多给你1000块辛苦费。咱们都是一家人，别因为这点小事伤了和气，让外人看了笑话。大表哥，当初在三老太爷家，是你自己拍着胸脯说红木供桌和香炉你全包了，志远表哥帮你垫钱跑妥，怎么现在要你掏钱了，反倒成了我表哥心不诚斤斤计较了？行，耀祖表哥既然这么说了，那我就等着你的辛苦费。三老太爷，既然祭器已经送到了，那我和表妹就先回去了。哎，你们说这事儿我怎么琢磨怎么觉得不对劲儿？之前耀祖过寿宴的时候就推三祖祠不痛快，今天这给祖祠买祭器，怎么又是志远先垫的钱？不是吗？耀祖嘴上天天念叨着跨国大生意，手里全是美金，可真到了要掏钱的时候，回回都让志远在前面顶着，那可是3000多块钱，对大老板来说不是毛毛雨吗？怎么回回都忘了转？这里面该不会有什么猫腻吧？三老太爷，你看，婷婷说的也不是没道理呀。当初耀祖在您这儿拍着胸脯说全包，怎么到头来是志远掏的真金白银？耀祖口口声声说做大生意，可怎么……耀祖，你这孩子平时看着挺风光懂事的，可今天这事儿确实办得有点让人看不懂，你是怎么想的？哎呀，三老太爷都是一家人，各位叔伯我不想多说。但是听到你们这么误会我，我这心里真是一阵发酸，满肚子委屈，不得不跟长辈们倒苦水了。你尽管说，你们是不知道，我那跨国公司规矩极严，给祖宗置办继续这么大的事儿，我本意是想让公司财务走公对公，账户直接打款给厂家，开一张正规的增值寿专用发票，在组里留底，以后咱们组里修族谱、查账目，每一笔资金来源都清清楚楚、合规合法，这也显得咱们林家庄重有规矩，不是？这是个法子，有心了，是吧？但谁知道志远表弟太急着在长辈面前表现了，我这边公司财务刚在系统里走审批流程，他连个招呼都不打，自己私下就把钱给垫了。这一垫不要紧，搞得我公司财务那边白忙活了一通，还差点因为账目对不上被审计查。这个志远真是太毛躁了，原来是这么回事。我说呢，大公司办事确实得讲究个规矩和流程，到底是在工地上混的，没见过大世面，只知道私底下掏钱，哪里懂得你们大公司的正规程序？这孩子真是太心急了。就是，还是耀祖考虑的周全，给祖宗办事走公账确实更郑重更体面。志远这孩子路子走窄了，还差点连累了耀祖的公司。耀祖啊，难为你当哥哥的这么大度，还不跟他计较，真是难得啊！哎，三叔公，快别这么说，都是自家兄不懂事，我这当哥哥的哪能真跟他计较？只要祖宗的事情办好了，我受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耀祖，你是个好孩子，这一辈的孩子里你是最出息的，志远根本比不上你，你要多带带他。是，这是肯定的。就是三老太爷，现在外面不知道是谁传的，都传我好面子不做事，我这心里实在是难受。你放心，我帮你去澄清，谁也不能小看了你。谢谢老太爷。哎，你们听说了吗？刚才在祖祠，耀祖当着三老太爷的面吹得天花乱坠，说那红木供桌是他买的，结果志远直接掏出3280块的收据，当场管他要账。这都第几次了？回回说是他全包，回回都是志远在后面擦屁股垫钱。这大老板当的怎么这么虚呢？可不是嘛，手里攥着大把美金的跨国大老板，连3000块钱都天天忘了转。我看啊，指不定是在城里混不下去了，打肿脸充胖子呢。行了，你们什么都不懂就在这儿瞎传，也不怕让人笑话。哟，林家的三老太爷来了，那您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耀祖本意是要走公司对公账号，
开正规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这才是给祖宗办事最郑重、最合规的体面态度。志远这孩子到底还是太年轻，沉不住气，急着在长辈面前表现，连个招呼都不打就私自把钱垫了，差点连累人家耀祖的公司账目出问题。以后谁也别在背后瞎嚼舌根了，人家耀祖那是干大事的格局，根本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竟然是这样！哎呀，是，我说呢，耀祖做那么大的跨国生意，怎么会差这3000多块钱？还是人家大老板讲究懂规矩，走公账开发票，听着就铁。志远也太毛躁了，为了抢个功劳，连规矩都不顾，到底是干工地的包工头，上不了台面，跟人家大老总比起来差远了。哥，你听说了吗？林耀祖和三老太爷编瞎话，说他要走公司对公账务，还说你私自垫钱是破坏规矩，急着抢功。现在全村人都被他骗了，都在那儿夸他办事讲究，反倒说你毛毛躁躁上不了台面。不急，人在做天在看，他现在编的瞎话越多，到时候摔的就越惨。从土菜馆到寿宴，再到今天的祭器，账我可是一笔一笔记着。等寿典那天，咱们新账旧账一起算。哎呀，建国哥，耀祖，今天表姑来是实在没办法了。大强这孩子没考不上大学，在家闲了大半年，天天跟一帮狐朋狗友瞎混，游手好闲的不是个办法。我想着耀祖在城里做跨国大生意，人脉广，本事大，能不能在城里帮大强找份稳当体面的工作，不用太累，坐办公室就行。全村谁不知道耀祖最出息、最热心肠了？你可一定要帮帮表姑啊！表姑，你今天找我算是找对人了。在城里黑白两道，谁不给我林耀祖3分薄面？不瞒你说，城里那个致远建筑公司的林总，那是我过命的拜把子兄弟、铁哥们儿。我只要一个电话，大强去他们公司，直接就是办公室轻松岗，月薪8000起步，每天吹着空调喝着茶，体面还不累。这事儿对我来说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哎呀，月薪8000还坐办公室，那可太谢谢耀祖了。这点小意思，2000块钱，你拿着在城里买箱好烟抽，千万别跟表姑客气。大强的事儿就全拜托你了。哎呀，表姑，你这是干什么？都是一家人，你这不是见外了吗？行，那这钱我就先收下。回头拿去给林总买2瓶好酒，把大强这事儿彻底定死。他表姑，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我这个儿子在城里那是通天，交朋友遍天下，什么大老板不得上赶着巴结他，包在耀祖身上了。咱耀祖一句话比那什么招聘广告管用100倍。那表姑就先走了啊。耀祖啊，听你远房表姑说了，你给他儿子大强在城里找到工作了，月薪8000还坐办公室，好本事啊！组长过奖了，都是小事，不值一提。表姑开口了，我这当侄子的总不能看着不管，顺手帮衬一把罢了。组长，各位族老，你们可别听耀祖谦虚，这孩子城里生意做得大，人脉那是通天的广。城里致远建筑的林总，那可是耀祖过命的拜把子兄弟、铁哥们儿。耀祖一个电话，当场拍板，月薪8000的办公室主管，体面还不累。以后咱林家晚辈想进城谋差事，耀祖一句话比那招聘广告管用100倍，这才是咱林家的靠山啊！耀祖这孩子打小就看他有出息，果然是人中龙凤。跨国大老板就是不一样，连城里公司的老总都得给面子。林家祖坟冒青烟喽，我大孙子争气呀！耀祖啊，年纪轻轻就攒下这般人脉，是干大事的料子。林家后辈都该以你为楷模。志远啊，你也别只顾着埋头卖力气，人脉才是正经东西。你表哥一句话顶你干10年，多跟你表哥学着点，别整天跟个闷葫芦似的，出息呢。志远，可得抱紧表哥这条大腿啊，以后跟着耀祖喝肉汤。就是，同样是林家孙子，这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志远，妈觉得组长说的在理，你多跟你表哥学着点，没坏处。大伯、组长，你们就别为难我表弟了。志远这人实在只会埋头干活，不懂这些应酬交际的弯弯绕，正常。以后有表哥我在，还能让他吃亏不成？大强那工作，我明天就去找我那兄弟敲定，到时候让志远也跟着去见见世面，长长见识。行了，都散了吧。志远，站住！正好跟你说个事儿，表姑家那大强我已经安排好了，你回头去工地想办法掏钱，给他买个轻松的办公室活，别让他晒着累着。我跟致远建筑的林总早就打好招呼了，你照着办就行，利索点儿，别给我丢人。公司有规矩，招人必须面试考核，不合格谁打招呼都没用，我做不了主。哼，不就是个搬砖的工地吗？还讲什么规矩？装模作样给谁看呢？林志远，你别给脸不要脸，我这是看得起你才让你去办。换别人求我，我都不稀罕搭理。规矩就是规矩，
林志远，都是一家人，连这么点忙你都不帮，你等着！组长，您可得给我做主，我好心好意给表姑家大强谋了条出路，跟志远建筑的林总都喝三魂酒拍过胸脯了，就剩志远去工地地具化的事。他呢，嫉妒我人脉比他广，故意推三阻四，说什么规矩考核，连自家亲戚都不肯帮，冷血的很。我这脸往哪儿搁？林总那边我怎么交代？去，把林志远给我叫来。志远，你表哥给亲戚谋前程，一片好心，你推三阻四是什么意思？都是林家血脉，能帮就帮。你在外头混这么多年，连个人都安排不了，也太没用了。药组都跟人家林总打好招呼了，你顺带着办一下就行。怎么这么不懂人情世故？公司招人确实有规矩，我没有规矩，你跟我讲规矩。林家的规矩就是互帮互助。你爹走得早，林家没少帮衬你们孤儿寡母，如今让你办点事儿，你就拿规矩搪塞。太爷息怒，太爷息怒！志远不懂事，是我没教好，求您别气坏了身子。大伯，药组，你们多担待，回头我一定让志远把事办好，一定办好。志远，太爷说的对，一家人别计较那些虚的，让你办你就办。可以让大强跟着我先干，考核通过了才能转正。就是嘛，早这么说不就完了？都是一家人，我还能害你不成？那我去办事了。哥，喂，我听说林耀祖又装好人，让你给你的施工队塞人了。没事，他这个好人当不长，我有办法。行，表哥，你有办法就好。上啊，放大招啊！哎呀，这帮猪队友会不会玩啊？大强，你在这孵蛋呢，那边沙子都快见底了，让你去推个车，你推到哪儿去了？催什么催啊？没看我正忙着吗？等我打完这局再说，急着投胎啊！干活！你来工地半个月了，天天不是拉屎就是躲闲，交给你点活一拖再拖，你真当这工地是你家开的？老赵，你少拿鸡毛当令箭！你敢管我？你知道我上面是谁吗？谁？天王老子今天在工地上也得干活。我表哥林耀祖跟咱们这儿的林总可是过命的拜把子兄弟。我来这儿就是随便体验生活的，你惹毛了我，我一个电话让我表哥跟林总说一声，分分钟开除你，信不信？谁也开不了我。行，你牛，哼，我看你能牛到什么时候？林总这活没法干了，那个大强必须马上让他滚蛋。您自己看，今天这批钢筋和水泥的型号全错的离谱。赵叔，先喝口水，慢慢说，怎么回事？我昨天千叮咛万嘱咐大强去核对一下采购数据再上报，结果这小子躲在阴凉处打了一天游戏，看都没看一眼，直接就把单子交出去了。要不是我刚才多留了个心眼去库房看了一眼，这批错料要是用在承重墙上，那可是要出人命的。就算现在退换，也得耽误咱们好几天的工期，这损失谁来承担？我知道了。林总，我知道他是您亲戚介绍来的，平时好吃懒做，迟到早退就算了，他还天天在工地上扬言说他表哥跟您是拜把子兄弟，上面有人，开除谁也开不了他。这种大爷，咱们工地真供不起啊！您要是留他，那我老赵走人。赵叔，您是工地的老骨干，我怎么可能让您走？工地有工地的规矩，不管是谁介绍来的，只要犯了底线性错误，绝不姑息。好嘞，林总，有您这句话，我这心里就踏实了。我这就去办，把这个拿给财务，结算他这半个月的工资，让他今天就走人。林耀祖，你硬塞进来的人，我按规矩给了机会，现在他自己作死，我看接下来怎么收场。秀琴，你看看你养的好儿子，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哎呦，我的老天爷啊，没天理了啊！自家亲戚合起伙来欺负人啊！素琴，你今天必须给我们家大强一个说法！表姑，这是怎么了？大强不是在城里工地上上班吗？怎么这个时候跑回来了？有话好好说。好好说，还不是你那个好儿子林志远干的好事？他看我不顺眼，故意在工地上刁难我，今天竟然让工头把我给开除了。开除？这怎么可能呢？志远他不是那种人啊！怎么不是？我可是耀祖表哥亲自安排进去的。耀祖表哥跟他们公司的林总那是拜把子兄弟，我不过就是填错了一个什么破材料单子，多大点事儿？李志远就拿着鸡毛当令箭，非说我耽误了工期，让工头让我滚蛋。他这分明就是嫉妒耀祖表哥拿我撒气呢！大强，你别血口喷人，志远哥做事很讲公道，他不可能刁难你。林婷婷，你少替他说话，工地上谁不知道我是上面有人的？他林志远算老几啊？上面有人，你仗着大表哥吹的那些牛皮，在工单时间得天天好吃懒做，我可都听说让你去核对钢筋水泥的数量，你连看都不看就瞎填，因为你的材料数据出错，采购那边差点进了废料，差点把整个项目的工期都给耽误了，公司没让你赔钱就算客气，现在怎么还想把锅甩给别人？我不管，大强哥耀祖安排去做事的办公室，凭什么让他去核对什么破钢筋？就是林志远想故意使坏，各位大家快来看啊！林家二房穷亲戚啦！哎呦，怎么闹成这样了？听说是志远把大强给开了。
表姑，你快起来，别让街坊们看笑话了，这中间肯定有误会。误会个屁！今天林志远要是不把大祥请回公司，还要给他涨工资，我就死在你们家门槛上！你简直是不可理喻！婷婷，这可怎么办啊？你快去给你哥打个电话，让他赶紧回来一趟吧。这事儿要是闹到组长那里，你哥又要挨骂了。舅妈，你放心，我给志远哥打电话。哎呦，没天理呀！我们大强才干了几天就被赶出来了。志远，这心也太狠了！大家都是亲戚，你怎么能把你表弟往绝路上逼呀？志远，你到底什么意思？我之前可是跟志远建筑的林总喝过酒，打过包票的。大强的工作我都安排好了，你这当个小工头，说辞退就辞退，你这是故意拆我的台，存心让我在亲戚面前下不来台，是不是？志远，你这事儿办得太糊涂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大强就算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你稍微提点一下就是了，怎么能直接赶人？你看看你表哥耀祖，人家在城里做大生意，还处处想着拉扯亲戚，你呢，一点小事就要赶尽杀绝，太不近人情了。就是，林家怎么出了你这么个白眼狼，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以后谁还敢指望你？志远啊，你这就是嫉妒耀祖人脉广。大强在工地上天天迟到早退，还惹了祸，差点连累志远哥。你们知道什么？婷婷，别说了，算大姑求你了。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大强这几天的考勤记录，迟到5次，早退3次，旷工1天。因为他操作不当，损坏了一批建材，损失3000块。这最后一张是施工队人事部下发的正式辞退通知，上面盖着公司的公章。什么？拿过来，我看看。耀祖哥，白纸黑字，公司的规矩摆在这儿。不过你不是跟志远建筑的林总是过命的拜把子兄弟吗？既然你面子这么大，要不你现在就当着大家的面给林总打个电话说说情。只要林总一句话，大强立马回去上班，我也绝无二话。该死的，我上哪儿去认识什么林总？这小子不是个干苦力的吗？怎么连人事部的文件都能拿到手？怎么了，表哥？打？大家可都等着看你这跨国大老板的面子。既然耀祖表哥跟志远建筑的林总那么熟，是过命的交情，那不如表哥现在就给林总打个电话。只要林总一句话，大强这入职考核立刻就能免了，我也好直接给他办公室主管的手续。林志远，你这是什么态度？你以为大人物之间的交情是像你平时在工地上跟工友借根烟那么简单吗？我跟林总是拜把兄弟不假，但人家掌管着那么大的跨国公司，日理万机，我为了一个没过考核的亲戚去烦他，这点小事就去消耗我们之间的交情，那叫掉价。你这种在底层混久了的人，根本不懂大人物的交情规矩。还有你，大强，你连个小小的入职考核都没信心过，还想坐办公室，真是不争气。表姑，你赶紧带他回去，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耀祖别生气，我这就带他走。行了行了，耀祖啊，还是你考虑的周全。大人物的交情确实不能随便用在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志远啊，你还是太嫩了，不懂这人情世故的轻重。耀祖这是在教你规矩，你得往心里去。妈知道你受委屈，别跟他置气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咱们低个头，忍忍就过去了，好不好？妈，您别担心，我心里有数。林耀祖在那儿吹牛皮，不敢打电话，心虚了。结果他倒打一耙，怎么反倒全成了你的不是了？随他去说，爬得越高，摔下来的时候才越响。你们是不知道，我那个表弟志远真是轴的可以。我好心好意给大强介绍工作，他非要我当场给林总打电话走后门。你们评评理，我跟林总那是什么级别的交情？几千万的生意才通个电话，为了个保安保洁级别的活去麻烦人家大老板，这不是拿大炮打蚊子吗？耀祖说的对，大老板的人情哪能这么随便用？志远到底是在工地上干活的，眼界太窄了。可不是嘛，志远这孩子就是不会来事儿，太死板了。还是耀祖懂规矩，有大局势。还得是你啊，耀祖。哎呦，下雨了，都先回家吧。各位叔叔婶婶，咱们下回聊。不好了，耀祖，祖祠漏雨了。大家都看看，这才下了一会儿雨，祖祠就漏成这样了。这可是咱们林家的脸面，列祖列宗的牌位还在上面供着呢。今天叫大家来，就是商量商量集资修缮的事儿，各家都出点血，赶紧把这屋顶和墙面翻新一下。三老太爷，修祖祠那是大事，按理说咱们绝无二话。可这几年收成一般，家里几个孩子又都在上学，这一下子要拿出一大笔钱，实在是也周转不开呀。这修缮下来，咱们这得青砖水泥哪凑得齐啊？要不咱们先拿塑料布把屋顶盖盖，凑合挤不过个冬再说。胡闹！拿塑料布盖祖祠，亏你想得出来！咱们林家庄在10里8乡也是有头有脸的大族，传出去不让人笑掉大牙。哎呀，哈哈哈哈！
大老远就听见三老太爷发火了。各位叔伯，这是怎么了？为这点小事儿愁眉苦脸的。药祖来了，你看看这屋顶漏的，正商量集资修缮呢，可这钱凑不齐呀。嗨，我当是什么天塌下的大事儿呢？三老太爷，各位叔伯，修祖祠这是给子孙后代积德的喜事儿，怎么能让大家伙跟着犯愁呢？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了。药祖，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你包了？那当然，你们忘了我在城里的人脉了。那个致远建筑的林总，那是我过命的兄弟，只要我一个电话，直接让他派最专业的施工队过来给咱们修。不仅活干得漂亮，那些青砖木料、防水涂料，我统统能拿到出厂成本价，至少比市面上便宜30%。至于钱的事儿，大家更不用操心，我林耀祖出大头，剩下的零头大家随便凑凑意思一下就行。我保证把咱们祖祠修得气派体面，绝对对得起列祖列宗。好啊，耀祖真是咱们林家的骄傲，这格局这气魄，谁能比得了？我就说嘛，咱们林家年轻一辈就属耀祖最出息，这才是干大事的大老板啊！耀祖啊，好孩子，这事儿你要是办成了，你就是咱们林家的大功臣，以后族谱上得给你重重的记上一笔。哎呀，三老太爷过奖了，这都是耀祖该做的，到底是见过大世面的，办事就是敞亮，哪像咱们家那个致远，让他给亲戚安排个月薪8000的工作，都推3阻4的，小家子气。还是得靠咱们耀祖撑起林家的门面啊！爸，别提他了，给祖宗办事，咱们不计较那些。明天我就联系林总，让施工队进场。哼，林致远，反正是你公司的施工队，到时候我随便找个借口让你先把工程款垫了，这名声和功劳还不都是我林耀祖的？今天把大家叫来，是为了咱们林家祖祠修缮的大事。这事儿能这么快定下来，全靠耀祖啊！耀祖这孩子在外头做着跨国大生意，心里却时刻装着咱们林家。这次修缮祖祠，他不仅亲自跑前跑后，还利用自己的人脉，硬是给咱们谈下了最低的成本价。这叫什么？这就叫光宗耀祖。有本事还不忘本，耀祖绝对是咱们林家晚辈里最有格局的。是啊，耀祖太出息了，能跟城里大老板搭上话，这人脉可了不得。咱们林家以后就指望耀祖了。哎呀，族长，各位叔伯，快别这么夸我了。我林耀祖能有今天，也是祖宗保佑。给自家修祠堂，我出点力，搭点人情，那都是应该的。只要咱们林家好，我受点累算什么？致远啊，你上前来。致远啊，你看看你哥，你们俩同样都是在建筑行当里混饭吃，怎么差距就这么大呢？你哥能跟大老板在酒桌上谈笑风生，谈下成本价，你呢？你就只能在工地上出一身臭汗，干点苦力活。你差的不是干活的手艺，你差的是格局，是人脉。你得认清现实，以后多跟你哥学着点，别一辈子只知道埋头搬砖，那能有什么大出息？就是，致远，听族长的话准没错。你哥吃肉，你跟着喝口汤也行啊，别老这么轴。我这大孙子就是给我长脸，没白疼他。你看看你教的好儿子，跟耀祖比起来，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平时也不知道怎么管教的，一点机灵劲儿都没有。爸，是我没用，没教好致远。大哥大嫂家教的好，耀祖有本事，我们致远以后一定多向耀祖讨教。哼，爷爷，您别怪二婶了，致远毕竟没见过什么大世面。二婶，致远，你们放心，咱们打断骨头连着筋。以后只要致远肯学，我这当哥的肯定拉他一把。说得好啊！修祖祠漏雨没问题，这活我能接。但是既然耀祖表哥之前在全村人面前揽下了修缮祖祠的挑费，那就请表哥先把工程款结一下。我手底下的工人也要吃饭，我也只能拿钱办事。哎呦，致远呐，你这话可就太伤感情了。我是那种差钱的人吗？我那跨国公司几百万的流水，只是现在外汇管制，资金一时半会儿没流转开罢了。我都说了以后会给的，你难道还信不过你亲表哥？混账！钱，你眼里就只有一个钱字。给祖宗修祠堂，那是多大的福分！你竟然还在这儿跟自家兄弟谈条件，简直是丢尽了我们林家的脸！你太让我失望了。修祖祠那是光宗耀祖的大事，你作为林家的孙辈，出点力气不是理所应当的吗？你怎么还好意思张口闭口要钱？你眼里还有没有列祖列宗？三老太爷，爷爷，你们也别太生致远的气了。他天天在工地上风吹日晒的，可能确实手头紧，眼界少了点，没见过大钱，所以才把这点小钱看得比祖宗还重。我不怪他，真不怪他。你这不孝子孙！三老太爷，大伯，您二老千万别生气。
气坏了身子可怎么好？都是我不好，是我这个当妈的没教好孩子。志远，妈求你了，你少说2句吧。祖宗的事，出点力怎么了？快给你太爷和爷爷认个错呀！好，既然话说到这份上，这工程我接了。妈，没事了。但是我有一个条件，祖祠修缮不是儿戏。既然工程交给我，那所有的材料采购、具体的施工方案必须经过我本人的签字确认，任何人不许私自改动一砖一瓦。如果做不到，这活我绝不动手。哎呀，志远，这就对了嘛！你是干建筑的，你是内行，当然听你的。你放心，表哥绝对配合你。你说买什么材料就买什么材料，你说怎么施工就怎么施工，全包在你身上了。哼，林志远，你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签字确认，等工程开了工，老子想怎么换材料就怎么换材料，从中捞多少油水还不是我说了算。到时候豆腐渣工程一成，我看你拿什么跟全村人交代。哈哈哈哈哈哈！哎，说你呢，轻点放，这都是给祖宗修房子的东西，碰坏了你赔得起吗？干活麻利点，别磨磨蹭蹭的。老赵，你过来一下，表哥你也来，咱们碰个头。干嘛呀？这大热天的，我这刚指挥完他们干活，连口水都没喝上呢。今天施工队正式进场了，有些丑话我得说在前面，咱们把规矩定死。第一，所有施工必须严格按照图纸来，不许自作主张。用的木料必须是正宗的老榆木，瓦片全部要用精品青瓦。所有的建筑材料进场之前必须经过严格验收，必须有我和老赵的共同签字才能使用，绝对不许私自更换材料规格，更不许降标准。这是给列祖列宗修房子，是咱们林家的脸面，里面不能有半点糊弄。谁要是敢在这上面动歪脑筋，别怪我翻脸不认人。您放心，咱们干工程最讲究良心，您交代的规格我绝对严格把关，绝不掉链子。知道了，知道了，志远，你就是太轴了。有我这个跨国公司大老总在这盯着，还能出什么岔子？你放心干你的，我心里有数。哼，老榆木、精品青瓦，林志远啊，林志远，你真是个死脑筋。这材料里的差价可大了去了，随便换几根次等木料，弄点普通瓦砖混进去，神不知鬼不觉就能捞出好几万的油水。行了，表弟，好好干，我看着呢。老赵，记住我今天说的话，按规矩办。林耀祖如果要动什么歪心思，你就嘴上答应，都录下来。林总，您放心，我明白。哎呀，武叔公，您老来视察了，您快来看看这料子怎么样？哟，这木头看着挺沉实啊，纹理也不错，好木料，好木料啊！那可不，武叔公，这可是我特意托了城里好几个大老板的关系，千挑万选弄来的100年老榆木，您摸摸这质感，绝对结实耐用，防虫防潮。还有那边堆的青瓦，那也是我找熟人拿的精品，不仅防雨效果好，铺在咱祖祠屋顶上，那叫一个气派。耀祖啊，你这大老板就是有门路，这料子一看就不便宜，难为你这么上心。哎，给祖宗办事儿，我能不上心吗？你们是不知道，志远这小子干活就是太毛躁，眼里没活。我要是不天天在这盯着，指不定他能捅出多大篓子，出多少批楼呢。这不，我连跨国公司的大生意都先放一边了，天天在这给他把关。耀祖啊，真是难为你了。有你这么个懂事又负责的长孙盯着，咱们这帮老骨头就放心了。你处处为祖宗着想，这才是咱们林家晚辈的榜样啊！就是，还是耀祖靠谱。志远到底是个粗人，干活哪有耀祖这么细致周到？看来耀祖哥又揽功劳到自己身上了。婷婷，少说2句。舅妈，没事的，咱们凭什么不能说？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婷婷，算舅妈求你了，你表哥现在好不容易接了这活，要是闹起来惹得族长和长辈们不高兴，吃亏的是你表哥啊！就算他抢功，只要工程能顺顺利利干完，咱们受点委屈就受点吧，千万别生事儿了啊！跳吧，尽情的跳。你现在揽下的功劳越多，到时候这口锅你就背得越稳。哎呀，三太爷，各位叔伯，你们怎么亲自过来了？这工地上灰大路滑的，有什么事儿您打个电话，我回去汇报不就行了？祖祠翻修是咱们林家的大事，我这把老骨头
怎么也得来看看。怎么样，进度还顺利吧？太爷您放心，有我在这儿盯着，绝对出不了岔子。您看那边那批青砖是我特意联系了城里最大的建材商，用的全是1等品。还有那边的木料，也是我比对了好几家才定下来的，防虫防潮，绝对能保咱祖祠100年不朽。好啊，耀祖，你办事就是周到，统筹的好，心思也细，把祖祠交给你来管，我算是彻底放心了。咱们林家有你这样的长孙，真是祖宗显灵啊！可不是嘛，耀祖这大老板的格局就是不一样，干什么都有条有理的，真是咱们林家后辈的榜样。那边的木料按照图纸尺寸抬到西北角。志远，你过来。三老太爷，各位族老，志远啊，你在这儿干活可得给我仔细点，这可是给祖宗修房子，一砖一瓦都马虎不得，千万别动什么偷工减料的歪心计。你表哥念在亲戚一场，好心给你争取了这个干活的机会，你可得好好珍惜，别辜负了他的一片苦心，更别给咱们林家丢人，听见没有？志远啊，你这手艺是有的，就是人太年轻，做事容易毛躁，得有人在旁边死死盯着才行。是啊，好在有耀祖在这儿给你把关，有他统筹大局，我们几个老家伙也就放心了。你可得多听你表哥的指挥。太爷放心，我知道分寸，一定好好干。哼，林志远，你就算干得再多再累有什么用？在这林家，功劳永远都是我的，你就乖乖给我当一辈子垫脚石吧。志远啊，长辈们的话你要牢记在心，快去忙吧，这边有我陪着太爷就行了。哎，你们最近路过村东头那工地没？我怎么连着10几天看下来，天天都是志远在那儿和泥、搬砖、盯进度，忙得满头大汗的。可不是嘛，我也纳闷呢。那个耀祖每天就背着个手，穿得干干净净的，在工地上晃悠2圈，连块砖都没见他碰过就走了。哼，我看啊，这活8成都是志远一个人干的，耀祖光靠2片嘴皮子一扒拉，到时候工程干完了，功劳全算他头上了，这不就是空手套白狼吗？几位叔伯聊着呢，刚才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你们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你们想想，我林耀祖在城里做的是什么？那是跨国大生意，我这种级别的人是管谈关系的，总不能让我一个跨国公司的大老板亲自下场去搬砖和泥吧？那不是大材小用，让人笑话吗？耀祖啊，我们也就是瞎琢磨，这工程为什么能这么顺利？为什么材料能拿到底价？那都是因为我早就跟志远建筑的林总打好了招呼，人家看在我的面子上才给的成本价，光这一项我就给咱村里省了好几万块钱，这才是真本事啊！好几万，可不是嘛？志远呢，人老实，就是个干具体活的，我把上层的关系都打通了，路都铺平了，他只要照着干就行了。真要是让志远自己去城里谈，他懂个屁的交际，指不定被人坑多花多少冤枉钱呢。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哎呀，对呀，大老板本来就不用干粗活嘛。耀祖说的在理，谈关系拿价格，这才是真本事。难怪这工程能省下这么多钱，原来全靠耀祖的面子啊！志远到底就是个干活的，离了耀祖的关系，这活他恐怕连边都摸不着。耀祖啊，你可真是能人啊！林志远想跟我斗，算算也快进料了，是时候赚点差价花花了。老赵，过来过来，跟你商量个发财的道。林老板，啥事儿这么神神秘秘的？工程进度可紧着呢。进度归进度，钱可不能少赚。我看了咱们这期进货的单子，那老榆木梁和精品青瓦价格也太离谱。这样，你听我的，把老榆木梁换成普通的松木，精品青瓦直接换成便宜的陶瓦，里外里省下来的差价，咱俩5-5分账，怎么样？哎呦，林老板，这可使不得啊！这可是你们林家的祖祠工程，志远建筑的施工队特意交代过，绝对要用顶好的材料。这要是以次充饱，万一以后塌了漏了，这责任我可担不起啊！老赵，你是不是死脑筋？这项目现在志远建筑的那个什么林总，见了我都得客客气气给3分薄面。你要是不按我说的办，以后城里的大工程，你这施工队就别想再沾点半边。想清楚了，是跟我一起发财，还是卷铺盖滚蛋？哎，林老板，既然您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一个打工的还能说啥？不过这事儿咱们可得说清楚，换材料这主意是您出的，到时候真要出了什么岔子，怕什么？真要出了事儿，就推到施工队头上，就说他们采购把关不严，反正钱咱们已经揣进兜里，神不知鬼不觉的，换材料吞差价，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出了事儿我顶着。行，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不过林老板，咱们亲兄弟明算账，
为了免得日后对账说不清，这换货的单子您受累签个字确认一下，我也好拿着单子去跟建材老板谈价钱，不是？你这人就是胆子小，屁大点事儿还要签字。行了，签好了，我可再三叮嘱你，这事儿绝对不能让我那个傻帽表弟林志远知道，他就是个死脑筋。还有，新材料挑清晨天不亮人少的时候进场，别让人看出破绽。您放心，规矩我懂，保证办得漂漂亮亮。哈哈哈哈。哼，林志远这个傻子，真以为我会拿真金白银给祖宗修祠堂？这批次品料子一换，里外里差价至少能挤出3万多块钱。这3万块钱进了我的口袋，神不知鬼不觉，最后翻修祖宗的大功劳还得算在我林耀祖的头上，真是一本万利的好买卖。就算以后这破料子出了问题，房子漏水或者塌了，那又怎么样？施工队是他林志远找的，材料也是他林志远的人在用。到时候我只要在三老太爷面前掉几滴眼泪，全推到他林志远头上，说他中饱私囊糊弄祖宗，反正全村人都信我不信他，族长也向着我。到时候他林志远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只能给我背这口天大的黑锅，被全人戳脊梁骨骂死。林总，您吩咐的事办妥了。那林耀祖私下找我，威逼利诱，让我把好料子换成他拉来的那些劣质建材，还说出了事他兜着。他说的那些话，我一字不下的全录下来了。还有他塞给我的那5000块钱封口费，我也原封不动的收在包里，随时可以拿出来当物证。老赵，辛苦你了，这阵子委屈你和兄弟们陪着他演这出戏。林总，您这说的是哪里话？好，你去忙吧，注意安全。三老太爷，各位叔伯，你们看看，这全是我亲自去建材市场按最高标准挑的老榆木梁和精品青瓦。这木料，这做工，防雨又结实，再大的风雨都扛得住，保准咱们林家祖祠100年不朽。好，好啊！耀祖办事就是周到靠谱，心里时刻装着祖宗，这事儿办得敞亮，比那些只知道闷头干活、不懂得统筹大局的人强多了。三老太爷说的是。我们家耀祖做事向来稳妥，在城里大公司当老板锻炼出来的眼界那是没得挑，从来不让我操半点心。耀祖啊，干得确实不错。不过我听天气预报说，明天晚上可是有大暴雨，这新修的屋顶能经得住考验吧？吴叔公，您就把心放回肚子里吧，那全是顶级的防吹料，别说大暴雨，就是下冰雹都没事。要是真漏了一滴雨，我林耀祖全权负责。好，有耀祖这句话，有耀祖盯着，大家伙都省心了。3万块差价，稳稳到账。林志远这个傻子，在工地上累死累活的干，还不是给我做了嫁衣？老子动动嘴皮子就把钱赚了，名声还是我的，真他娘的爽！喂，三老太爷，这么晚了，您怎么？不好了，你赶紧给我滚过来！怎么了，三老太爷？出什么事了？祖祠的横梁塌了，屋顶漏得一塌糊涂。祖宗的牌位都快泡水里了，你不是说全权负责吗？你给我等着，这件事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三老太爷，您等等。塌了，怎么可能塌了？完了完了完了！造孽呀造孽！耀祖，你说。你不是说你以来负责吗？怎么回事？族长，各位叔伯，你们看看这木头，这哪里是什么100年老榆木，这分明就是最便宜的速生杂木啊！里面都朽了，怎么可能撑得住屋顶？肯定是林志远，林志远，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啊？我把修缮祖祠这么大的工程交给你，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用最好的老榆木梁、精品的青瓦，绝对不能糊弄祖宗。结果呢，你为了省那点差价，为了自己腰包鼓一点，居然偷偷换了这种劣质材料。你为了省这点钱，连祖宗的事都敢糊弄，你眼里还有没有列祖列宗？还有没有我们林家的脸面？三老太爷，这事儿我也有责任。我是真没想到志远能干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我只当他穷怕了，想赚点辛苦钱，哪知道他心这么黑呀！是我没盯紧他，我对不起列祖列宗啊！哎呦喂，我们林家怎么出了这么个不懂事的孩子？老二走得早，留下你们孤儿寡母，族里谁没接济过你们？现在让你干点活，你居然连祖宗的钱都贪，你把你爹的脸，把我们林家的脸都丢尽了！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平时看着闷声不响，挺老实的，没想到心这么黑。可不是嘛，难怪耀祖天天往工地跑。就是怕他手脚不干净，果然干工地的包工头就是靠不住，连祖祠的钱都敢贪。
不是的，我们家志远不是这种人，这中间肯定有误会。大家听我说，林耀祖，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婷婷，别急，让他继续演，戏唱的越热闹，一会儿收场的时候才越好看。混账！我早就看出来你心眼小，格局浅，上不了大台面。可我万万没想到，你居然胆大包天到这种地步，偷奸耍滑，连祖宗的东西都敢糊弄。你眼里还有没有列祖列宗？都是我没教好孩子，是我这个当妈的错，别难为志远了。罚你有什么用？志远作为咱们林家的孙辈，做出这种大逆不道、欺师灭祖的事，必须严惩不贷，不然我们拿什么去见列祖列宗？以后林家的规矩还怎么立？太爷，爷爷，您二老千万别气坏了身子。志远他平时在工地上风吹日晒的，干的都是苦力活，可能没见过这么多钱，一时糊涂没忍住诱惑也是有的。虽然这事儿办的确实太让人寒心，但他毕竟是我表弟，您二老看在我的薄面上，就别把他逼得太紧了。瞧瞧人家耀祖的胸襟，再看看他，真是烂泥扶不上墙。谁的责任，查清楚就知道了。哎，林志远平时看着老实巴交的，没想到心这么黑，连给祖宗买祭器的钱都敢贪，买个劣质香炉糊弄事儿，真是丢尽了林家的脸。可不是嘛，你再看看人家耀祖，那叫一个有担当，出了事儿二话不说自己掏钱要给祖宗重新置办，同样都是林家的孙子，这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耀祖出钱又出力，结果全被志远给搞砸了，真是倒霉催的。哼，要我说，林志远就是个包工头，穷怕了。看到耀祖那么有钱，心里不平衡，就想从祖宗的祭器里抠点油水出来。这种人就该直接被逐出族谱。素琴啊，不是我说你，志远这次闯的祸太大了，你赶紧回去劝劝他，让他去给族长和耀祖磕头认个错，把那香炉的钱赶紧赔了。是啊，别再让他犟了。这要是真被族长一生气逐出族谱，以后你们孤儿寡母的在村里还怎么抬得起头做人？赶紧低头服个软吧。我知道了，我劝你们别胡说八道，那香炉不可能是志远哥换的，志远哥自己店前挑的最好的黄铜香炉。哟，婷婷啊，你小孩子家家懂啥？林志远都被当场抓包了，你还替他说话呢？你可别被你那个表哥给骗了，人家耀祖可是跨国大老板，能贪他那3000块钱？总之，我确定，志远哥绝对不是那种人。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志远哥，你为什么还不解释？现在大家都误会你了。现在解释没用，林耀祖把戏做得很足，族长和村民们都认定了他是有钱的大老板，而我只是个贪小便宜的穷包工头。现在无论我说什么，他们都不会信，只会觉得我在狡辩。那总不能就这么背着黑锅吧？难道真要去给林耀祖磕头认错，还被逐出族谱吗？放心，黑锅我不会白背，账我会一笔一笔跟他算清楚。志远啊，咱们斗不过他们的，你听妈一句劝，认个错吧，妈求你了。妈，你放心，不是我做的，我会证明的，你相信我。你就认个错吧，志远。这事儿绝不能就这么算了，祖祠翻修可是咱们林家的头等大事，志远这小子竟然敢在材料上偷工减料，糊弄祖宗，必须让他赔钱重修，再去牌位前磕头认错。磕头认错就完了，我看必须得重罚。要是连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都轻轻放下，以后人人都敢拿祖宗的事儿开玩笑，咱们林家的规矩还要不要了？干脆把他踢出族谱。太爷，各位族老，求求你们高抬贵手。妈，您快起来，这事儿不是我做的，我没偷工减料，凭什么认罚？放肆！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敢狡辩？哎呀，舅妈，您这是干嘛？咱们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一家人，哪能真把志远怎么样啊？三老太爷，各位叔伯，志远确实是糊涂，犯了浑，
但他毕竟还年轻，没见过大世面，一时贪了点小便宜也是有的，就别赶他出族谱了。赔钱重修就算了，给他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你们听听，什么是格局？是啊，志远，你看看你表哥，再看看你自己。你表哥不计前嫌替你求情，你还不赶紧谢谢你表哥？看在耀祖替你求情的份上，志远，我给你3天时间，3天内你把重修祖祠的钱原封不当拿出来。要是拿不出钱，你就给我滚出林家！谢谢太爷，谢谢耀祖。耀祖啊，婶子谢谢你，要不是你替志远求情，他可就毁了呀！你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志远，听见没？3天时间，好好凑钱吧，表哥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志远啊，听妈一句劝，这事儿咱们就认了吧。咱们就是平头老百姓，没权没势的，拿什么去跟耀板他们斗啊？妈，这事儿真不是我干的，我凭什么要认？妈知道你委屈，可现在族长都发话了，三老太爷也信耀顺的，你要是硬顶着不认，他们真把你逐出族谱，以后咱们孤儿寡母的，在这村里还怎么抬得起头做人啊？这存折里是妈这些年攒下的一点血汗钱，虽然不多，但也够赔那批材料钱了。大不了咱们以后日子过得苦一点，赔钱认错，总比把名声彻底搞愁了强啊！忍一时风平浪静，不管怎么说，咱们跟耀族也是一家人，吃点亏就吃点亏吧，啊！妈，正因为咱们行得正坐得端，才更不能替别人背这个黑锅。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一旦认了，我林志远这辈子在林家在村里就真成了一个偷工减料、中饱私囊的贼了。可大家现在都说是你干的啊，他们都信耀祥，咱们没凭没据的，你拿什么跟人家说得清？舅妈，你可千万别劝我哥认下这事儿，这事儿肯定是林耀祖搞的鬼，不该让我哥背黑锅。哎呦，婷婷，你小点声，这话可不能乱说啊！我没乱说，那批料都定的是最好的红松木，肯定是林耀祖在半道上偷偷让人换成了劣质的朽木，他好从中捞油水。天哪，这可怎么得了？可是婷婷啊，咱们没证据啊，空口无凭的，就算咱们知道是他干的，太爷他们只会觉得咱们是疯狗乱咬人。哥，你说句话，难道真要由着林耀祖这么欺负人？他吃肉让你连骨头渣子都吐不出来？妈，你把钱收好，这钱咱们1分都不用出，你放心，我心里有数，绝不会让你跟着我受委屈。志远，你可千万别做傻事啊！3天后我不还钱，族长一定会提起公审，那个时候我要让林耀祖当着全族人的面露出真面目。行了，别忙活了，素琴，今天已经是第2天了，明天就是最后期限。志远到底考虑的怎么样了？那笔重修祖祠的钱什么时候拿出来？什么时候去祖祠给列祖列宗磕头谢罪？钱呢？太爷，您消消气儿，这钱我们正在想办法凑。孩子他爸走得早，家里实在拿不出这么多现钱，您看能不能再宽限我们几天？舅妈，您这话说的，不是太爷和叔伯们不通人情，实在是祖宗的事情拖不得呀。那破了的屋顶总不能一直敞着吧？要是再下场雨，祖宗的牌位可就彻底毁了。志远犯了这么大的错，要是连认错的态度都没有，以后咱们林家在村里还怎么抬得起头？耀祖说的对，贪了祖宗的钱，还想赖账不成？要是明天拿不出钱，就直接按族规把他逐出族谱。别啊，太爷，我们一定凑。妈，称职了，咱们没做亏心事，用不着给任何人下跪。混账！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敢死不悔改？人证物证，林耀祖说是我的责任，就是我的责任了。太爷，那笔钱我1分都不会赔，错我也绝不会认，因为这事儿根本不是我干的。放肆！到现在还敢狡辩？既然大家都觉得是我的错，那好，太爷，不如咱们打个赌，明天就是第3天。咱们就在祖祠门口召开全族大会，公开对质，召集全族和乡里乡亲，把所有的账目材料、过往的证据全都当众摆出来，谁是谁非，让大家伙评评理。真要是查出来是我林志远偷工减料，我不仅把重修的钱出了，我10倍赔偿，再在祖祠门口给列祖列宗磕3天3夜的头。但是，如果当众查出是有人为了中饱私囊故意栽赃陷害我，拿祖宗的基业开玩笑，那就请太爷严格按照族规，严惩不贷。
好，公审就公审，我林耀祖行得正，坐得端，掏心掏肺，出钱出力，一片孝心，全是为了咱们林家的祖祠。我还怕你给我泼脏水不成？太爷，我完全同意公审，正好趁着这个机会，当着全村老少的面，把这件事情查得明明白白，给列祖列宗一个交代，也给全族上下一个交代。咱们林家几百年的清运，绝对不能让一颗老鼠屎坏了整锅汤。耀祖说的对啊，真金不怕火炼。既然有人不见棺材不落泪，那就当众查个清楚。是啊，太爷，查清楚了，大家伙心里也踏实，免得以后有人在背后嚼舌根。好，既然你们俩都同意，那就这么定了。3天后正午时分，祖祠门口公开对质，全族老少都到场，我亲自主持。谁要是敢在祖宗面前撒谎，严惩不贷。找死！志远啊，志远，你还真是蠢得可怜。你以为搞个公审就能翻盘？我告诉你，在林家有钱才是真理。是吗？那希望你的钱到时候能买到后悔药。死鸭子嘴硬！3天后，等证据确凿，你被逐出族谱的时候，可千万别跪在地上哭着求我。完了，这下全完了！志远啊，你怎么这么冲动啊？你拿什么跟人家斗啊？他林耀根有钱有势，黑的都能说成白的。万一3天后你输了，被赶出林家，你让妈以后死了怎么去见你爸呀？志远啊，你就认个错就不行吗？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犟种啊？那是你表哥，你低个头服个软能掉块肉吗？妈，一味的服软换不来清白，只会换了得寸进尺。妈，您看着我，您放心，这3天该吃吃该睡睡。3天后输的人绝对不会是我，我要让林耀宗把吃进去的连本带利全吐出来。听说了没？林志远那小子疯了，非要跟耀祖搞什么公审，这不是鸡蛋碰石头吗？可不是嘛！人家耀祖现在可是大老板，出钱给村里修祖祠，那是多大的孝心。林之龙倒好，贪了修祠堂的钱，还想倒打一耙，真是没良心。我跟你们打赌，3天后林志远肯定拿不出证据，到时候他不光得磕头赔钱，搞不好还得被族长直接赶出林家村。那感情好，咱们就等着看他怎么跪在地上哭爹喊娘吧。我劝你们别要胡乱揣测别人。志远哥不是会做错事的人，倒是我耀祖哥心里有鬼，你们还是撒亮眼睛为好。哟，婷婷啊，你哥都快成过街老鼠了，你还替他说话呢？你耀祖哥可是答应事成后给村里修路的，你哥能干啥？只会偷祖宗的料，有本事公审那天拿出证据来啊！修路，他画的饼你们也信？走着看吧，林耀祖心虚，志远哥肯定赢。婷婷，又辛苦你帮舅妈跑这一趟了，怎么这次回来这么生气？因为外面那些人说话很难听，全都在向着林耀祖，他们就看不出林耀祖心里有鬼吗？嘴长在他们身上，随他们说，爬得越高，摔得越惨。哥，你跟我透个底，证据你到底准备好了没？大伯一家现在可嚣张了，逢人就说你要进去蹲局子，万一出了岔子，太爷真能把你赶出村子。放心吧，万无一失。我不仅要证明我的清白，还要让林耀祖彻底翻不了身。唉，怎么就闹成这样？这可怎么收场啊？妈，别掐了，菜都碎了。志远，要不咱们去求求耀祖吧，赔点钱算了。妈去给你大舅借，去给你姨借。妈，这不是钱的事儿。我今天要是去求他，就是认了这盆脏水，以后您在村里还怎么抬得起头？您信我这一次好吗？我一直记着妈从小的教导，做人要低调，要顾念同宗同族的亲情。我隐瞒身份，一退再退，没想到我的忍让反而成了林耀祖蹬鼻子上脸的资产，更让妈跟着我受尽了白眼和委屈。林耀祖，既然你非要找死，那我就成全你。从今天起，我不会再退半步。快看，族长和林耀祖一家来了，有好戏看了！肃静！今日召集全族，是为了修缮祖册款项被贪、偷工减料一事公审，现在开始。太爷，众位乡亲，我林耀祖在外面打拼，赚了点小钱，心里心心念念都是咱们林家的列祖列宗。我掏心掏肺出钱修祠堂，图什么？就图尽一份孝心，给咱们林家长脸。可我万万没想到，我把这么重要的事交给林志远，他却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以次充好，偷工减料。志远啊，你这么做对得起列祖列宗吗？
你把咱们林家的脸面往哪儿搁呀？呸！真不是东西，连祖宗的钱都敢贪。耀祖太善良了，就是信错了这只白眼狼。大伙儿评评理，我儿子耀祖光明磊落，在大城市做大生意，能看上祠堂这点料钱，绝不会干这种缺德事儿。肯定是有些穷疯了的人，看到钱就眼红，手脚不干净。作孽呀！我们没偷钱，真的没有。婶子，您别害怕，别听他们乱嚼舌根。志远哥既然敢过来，早就备齐全部证据了。快看，林志远过来了！哟，林志远过来了！林志远总算露面了，今天必须把这事儿说清楚。瞧这身穷酸打扮，还拎个破帆布包，怕不是收拾好铺盖，等着被赶出村子去讨饭吧？死到临头还装镇定，哼！我倒想听听你这白眼狼今天能编出什么谎话。志远，换作是我，现在立刻跪下给太爷磕头求饶，非要硬撑，待会儿连人带破包一起赶出林家村。戏演完了吗？谁最后滚出林家村还不一定。鸭子嘴硬，我看你待会儿怎么收场。太爷，人都到齐，多余废话不必多说，直接开始对峙。第一件事，半个月土菜馆聚餐，一共4600元。林耀祖当初亲口说他请客，到头来这笔钱是我垫付，事后他一直拖着不肯归还。我后来不是还给你了吗？一点小钱揪着不放，你心眼未免太小。就是，钱都还给你了，还当众翻旧账，你这人一点不厚道。大伯，您记错了，当初寿宴当场我主动找他要钱，他百般推脱，压根儿没主动归还。我之前听旁人说，耀祖外面还借了高利贷呢。我那是生意资金临时周转，才临时接债，跟4600饭钱两码事儿。这点陈年旧事你当众拿出来羞辱我？我儿子正经做生意，临时周转怎么了？总比你一辈子窝在村里没见过大世面强。耀祖做海外大生意，资金周转实属平常，年轻人难免遇难处，总揪着小事不放，未免小家子气。你是林志远吧？林耀祖欠我们5万块，对外说这笔钱是你借的，让我们找你讨要，再不转账，我们直接去你工地闹事。寿宴是你主动要办，债务是你个人签下，我从头到尾没借过1分钱，你自己无力偿还，反倒让催收来找我麻烦。天底下还有这种人，自己欠债，把锅推给旁人。志远平白无故被催收骚扰，换谁都受不了。之前吹的有担当全是装的，出事只会甩锅。之前我还觉得他孝顺能干，原来只会把烂摊子丢给别人。借款签字的人只有耀祖哥，这笔债务本就和志远无关，把催收引到旁人身上，情理都说不通。我那是被催收逼急，随口乱说，我不是有意的，只是一时慌了神。第3件，祖祠全套祭祀器具合计3280元。当初你宣称祭具全部由你出钱置办，单据上付款人清清楚楚写着我，这笔钱依旧是我垫付。置办祭祀用物本来就是后辈本分，你分明是故意找茬，嫉妒我在太爷心里有分量。这些单据一定是你私下伪造，随便找店铺开单子，故意诬陷我。供货商电话、店铺地址全部印在单据上，太爷随时派人前去核对账单。林耀祖，你敢现在当场打电话对视吗？我凭什么听你的？这本分怎么全让志远一个人尽了？耀祖光出了一张嘴啊！没偷就好，没偷就好。路是他自己选的，落得这个下场并不意外。之前一味打肿脸充胖子摆阔，真相藏不住时，自然装不下去。第4件，这是远房表弟在城里上班的考勤记录、失误单和正式辞退通知。林耀祖，你到处吹嘘跟志远集团的老板是拜把子兄弟，说表弟的工作是你一句话安排的。现在人因为重大失误被辞退，你怎么连个电话都打不出来？你的面子呢？我那是不想为这点小事麻烦人家，人家大老板日理万机，志远你就是故意拆台，一点人情味都没有。拉倒吧，我看他根本就不认识什么大老板，之前吹得天花乱坠，原来全是个空壳子。好啊，耀祖，你之前跟我说我家那小子是被大老板针对了，还从我这儿要走5000块钱去打点关系，原来你是在骗自家人的血汗钱啊！王婶儿，你别听他挑拨。5000块的转账记录我也带了，要不要我当众念出来？你不是说我偷工减料，贪了修祖堂的钱吗？大家听听这个，老李啊，就按我说的，把那批好木头换成最便宜的劣质板材。对，差价那3万块钱直接打我卡里，怕什么？出事了有施工队顶着，就说是林志远那个傻子没看好材料，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哈哈哈！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啊！建国，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儿子。
连祖宗的钱都敢动！你们父子俩要把我们林家的脸在十里八乡全丢尽啊！太过分了啊！连修祖祠的钱都敢贪，看着人模狗样的，心机这么毒，居然拿劣质材料糊弄祖宗，还想栽赃给致远，不要脸！不是我，这是合成的，对，肯定是 AI。城里现在都流行这个什么 AI 合成声音。致远，你为了报复你哥，居然用这种下作手段！大伯懂得还挺多，可惜我不光有录音，还有材料商老李按了手印的认罪书。另外，这支录音笔我已经配份交给了派出所。你觉得是 AI， 留着去跟警察解释。交给警察了，完了，全完了！老天有眼，我儿子的清白保住了。我说过了，致远哥不是那种人。各位，你们现在看清楚，到底是谁心里有鬼了吧？素琴嫂子，是我们瞎了眼，听信了那混账的话，错怪了致远啊，对不住啊！我不怪大伙，只要俺家致远清清白白，比啥都强。假的，你这全都是假的，这录音绝对是你伪造的，大家千万别信他。那个材料商老李早就被林致远用钱买通了，他们就是串通好了来陷害我的。太爷，各位叔伯，我对祖祠，对咱们林家可是一片孝心啊！我出钱出力，到头来反倒被这个小人泼一身脏水，咱们林家不能这么冤枉好人啊！呸！耀祖，你可拉倒吧！录音里可是你自己的声音，谁能造假？证据都甩你脸上了，还嘴硬？就是，真把咱们全村人都当傻子糊弄呢！混账！贪了祖宗的钱，还敢在这儿大言不惭提孝道！都别吵，让他说。我今天倒要听听他林耀祖还能编出什么花来。建国，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儿子林致远，你装什么清高？你不就是个在工地上搬砖打工的臭工人吗？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斗？你信不信？我现在就给致远建筑的林总打电话。我跟林总可是拜把子兄弟，我一句话就能让你卷铺盖滚蛋，让你在城里连饭都吃不上，听到没有？致远，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耀祖在城里的人脉可是通天的。你现在要是乖乖跪下给耀祖磕头认错，承认这些都是你捏造的，耀祖还能去林总面前给你求求情，给你留条活路。不然你明天就得去喝西北风。哎呀，致远这下是不是惹大祸了？耀祖要是真认识大老板，这饭碗不就砸了吗？是啊，为了出口气丢了工作，不划算啊。大伯，你和耀祖每天口口声声我们是一家人，你就是这么对自己家人的，动不动就出口威胁。林致远，你别给脸不要脸，你不就是个在工地上干活的吗？还敢在这儿装大尾巴狼？你信不信我现在一个电话打给致远建筑林总，立马就能让你卷铺盖滚蛋？人家跟我是拜把子的过命兄弟，捏死你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我儿子一句话，你在城里连饭碗都保不住。致远，赶紧跪下给耀祖磕头道歉，再把钱赔了，说不定耀祖心善，还能留你条活路。不用打电话了，因为你嘴里那个致远建筑的林总就是我。别逗了，致远，你要是大老板，我今天就把头拧下来当球踢。真是穷疯了吧，什么牛都敢吹。耀祖可是跟林总拜过把子的，人家能认错自己的兄弟？致远，事到如今你还敢撒谎冒充老板，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你多跟你哥学学踏实做人，别净想些歪门邪道。哎，那不是镇上负责好几个大工程的王总监吗？他怎么来了？林总，祖祠重修的方案我按您的要求调整好了，您过目一下。另外，材料商那边我也对接好了，全部换成顶级的防腐木。只要您点个头，明天施工队和材料就能直接进场。啥？林总，致远是那个大老板？我没听错吧？镇上那个最大的建筑公司是致远开的？你刚才叫他什么？你谁呀你？少在这装模作样！我认识致远建筑的林总，根本不是他。你肯定是他从哪儿找来的托吧？对，肯定是花钱雇来演戏的，想拿这种下三滥的手段蒙我们，没门儿！王浩，既然他们不见棺材不落泪，把东西拿给太爷和各位族老好好过目。好的，林总。老太爷，这是致远建筑的营业执照正本复印件、法人身份证明、建筑行业1级资质证书，还有这几年我们在镇上做的几个大项目的备案合同。您仔细看看，法人那一栏全都是我们林总林致远。快给我看看！
这红彤彤的公章，哎呦我的老天爷！这法人签名真的是林志远3个字。这镇上小学的翻新合同也是志远签的，这可是镇上的大工程啊，是真的，这章是真的啊！假的，全都是假的，肯定是 PS 的，路边花几10块钱办的假证。真的，林总，我跟他一起吃过饭，长什么样我清楚的很。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当场揭穿你们这对骗子。耀祖，你找个号码怎么手抖成这样？你看你那汗都滴到屏幕上了，滑都滑不动了，是不是心虚了啊？耀祖哥，我们这么多人都在等你呢，你要是撒谎了，你就直说，别浪费大家时间。找不着号码是吗？要不要我把我的手机号报给你，你打打看，听听看我兜里的手机会不会响。喂，林总啊，我是耀祖啊，对，林家村的耀祖。哎呦，你们公司是不是有个叫林志远的工人？他现在在村里冒充你，招摇撞骗呢，你赶紧带人过来一趟吧。好嘞，我在这儿等您。大家都听见了吧？林总马上就带人过来，大家在这儿等着，到时候看这小子怎么露馅儿。这位先生，我们林总就在这儿站着，你刚才那通电话到底打给谁了？我们致远建筑的法人只有一位，就是林志远先生。公司所有对外合作都必须林总签字才能生效。我在公司干了5年，怎么从来没听说过林总有您这么一位拜把子兄弟？你一个打工的知道什么？我们私底下的交情。哦，对了，我想起来了，上个月确实有个人跑到我们公司前台，非说跟我们林总是兄弟，吵着要见林总谈合作。结果保安查了预约记录，根本没有这回事儿，直接把人给拦在门外赶走了。现在仔细看看，那个灰溜溜被赶走的背影，好像就是您啊！我的老天爷，合着他根本就不认识什么林总啊！刚才那电话是对着空气打的。上次去人家公司被保安拦在门外，那之前一口一个拜把子兄弟，全都是吹牛逼的。我就说嘛，那之前他吹嘘能帮人找工作，还说修祖祠是靠他的面子，全是他编出来骗咱们的。这孙子嘴里没一句实话。你们胡说！完了，全完了！你胡说八道！我跟林总那是私底下的交情好，我们见面从来不用走前台。太爷，您别信他，这个人肯定是被林志远花钱买通了，他们是一伙的，合起伙来整我呀！耀祖哥，你说你跟林总是拜把子兄弟，经常一起吃饭谈生意，那你说说林总的全名叫什么？公司总部在县城哪条路几栋几楼？还有，去年咱们镇主干道的翻新项目，致远建筑的中标价具体是多少？商业机密，连公司在几条街都说不出来，我看你是根本编不出来了吧？这种瞎话，连村口的3岁小孩都骗过去，是太让咱们长辈失望了。闹了半天，合着你之前在村里耀武扬威的那些话，全都是吹牛皮呀！就是。亏我还以为他真在城里混出了名堂，有大本事呢。搞了半天，全都是装大尾巴狼，拿这些假大空的话来忽悠咱们全村人，私底下却干着贪污祖祠修缮款的龌龊事儿，真是个黑心烂肺的骗子。哎，你刚才不还挺横的吗？不是叉着腰说你儿子一句话就能砸了致远的饭碗吗？怎么现在哑巴了？这不关我的事儿啊，这都是耀祖跟我说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呸！上梁不正下梁歪，刚才不是还叫嚣着让致远下跪吗？现在怎么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了？林先生，既然您答不上来，那我再跟您核对几件事。第一，咱们村祖祠修缮的这个项目，从始至终都是我们林总亲自对接的方案和材料标准，公司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姓林的先生打招呼，更没有什么所谓的成本价内部关系。第二，您之前说帮远房亲戚入职的事儿，我查过公司的人事系统，没有任何高管打招呼的记录，那个人就是正常走社会招聘进去实习的，后来因为考核不合格被正常辞退，跟您这位林总兄弟没有半点关系。第三，您说您跟我们林总是拜把子兄弟，可我们林总常年在项目上盯工程，他的社交圈里根本就没有您这号人，不妨当着大家的面说说，我们林总平时都抽什么牌子的烟，喝什么品种的茶？抽！耀祖，你怎么了？你说话呀！你快告诉他们啊！把咱们全村人当猴耍，还敢贪祖宗的修缮款！林耀祖，你还要不要脸了？我真没想到，你嘴里说的话真的从头到尾没有一句是真的。大家快想想，之前请客吃饭买那些昂贵的祭器，全都是人家致远掏的真金白银，结果呢，全让他们的林耀祖把好名声给占了，太缺德了！拿祖宗的事捞钱中饱私囊，还要脸吗？简直是太过分了！呸！一个大骗子，赶紧把烟给我退回来！我还指望他带我儿子去城里发大财呢，幸亏没去，
然底裤都得被他骗光。老头子，我真是瞎了眼了！刚才还夸他是个好后生，这简直是把咱们林家的脸扔在地上踩呀！丢人，太丢人了！别看他了，看多了脏眼睛。咱们林家村几百年的清誉全毁在他手里了。你满口谎言，欺瞒族人，连祖宗都敢骗，我们林家怎么出了你这么个东西？你一开始就知道对不对？你看着我像个小丑一样在吹牛，看着我给你买单，你故意看我笑话。耀祖哥，我给过你很多次机会，不可能，你就是个破搬砖的打工仔。是你非要拿祖宗的修缮款装面子，是你自己贪得无厌，把路走绝了。我才是大老板，我才是在城里赚大钱的人，你凭什么踩在我头上？我是大老板，我是老板。耀祖了，快起来，还嫌不够丢人吗？太爷，志远，我们错了，我们父子俩是一时猪油蒙了心啊。那修祖祠的钱，我们一分不少全退回来，行不行？求求你们别把事儿做绝呀！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当初吹牛让志远哥顶雷的时候，你怎么不后悔？对，不能丢就算了，拿烂木头糊弄祖宗，还想大事化小，必须把他们赶出村子，报警抓这两个死骗子，黑心肝的狗东西，把咱们全村当猴耍，就是把他赶出村，都给我安静！小伙子，把这真金白银的证件收好。志远、素琴啊，今天这事儿是我这个老骨头老糊涂了，是我偏听偏信看错了人，让志远受了天大的委屈，也让素琴跟着受了不少闲话。我代表林家长辈给你们母子赔个不是。天哪，太爷居然当众给志远鞠躬赔罪了！素琴啊，之前是我们这些老家伙瞎了眼，错怪了志远，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是啊，素琴嫂子，你真是教子有方啊，养出了志远这么低调厚道又有大本事的好儿子，这简直是咱们整个林家村的福气呀！可不是嘛，志远才是咱们林家真正的骄傲，比那个只会吹牛骗钱的强了100倍。妈不是在做梦吧？这么多天，妈天天被人戳脊梁骨，连门都不敢出。今天总算喜庆了。别哭了，儿子说过，清者自清，以后村里再也没人敢给您受委屈了。让一让，让我这老糊涂也说两句。素琴、志远，是我偏心眼，错把榆木当珍珠，看错了人啊，让你们受委屈了，我对不住你们一家子。有副书组长都过去了，只要真相大白，知道我们家志远是清清白白的，我受点委屈不算啥。林耀祖欺瞒族人，贪没公款，败坏门风，简直罪无可恕。按照族规，限3日之内把私吞的3万块工程款一分不少的退回来。这次祖祠重修的所有费用由你林耀祖一人承担。完工之日，你必须在列祖列宗牌位前磕头认错，闭门思过半年，不许踏出家门半步。太爷，这重修祖祠得好几十万啊，我修不起。哼，没钱就砸锅卖铁，卖房子卖地，这是你们咎由自取。完了，全完了，我不是大老板了。造孽呀！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不争气的东西？家门不幸啊！该，刚才不是还叫嚣着让志远下跪吗？赶紧回家想办法筹钱吧，我们可都盯着你。哟，这不是咱们村身价1000万的林大老板吗？怎么今天没坐豪车，改11路走着呀？还豪车呢？听我那在村委会当差的侄子说，建国叔为了凑齐那几十万的重修款，把家里的老本全掏空了，连后山的几亩林地和猪圈里的几头大肥猪都卖了。快都别跟他们碰上，万一找咱们借钱，可就倒大霉了。啊，他们太过分了。过分？你有脸说别人过分？要不是你整天吹牛皮贪那点黑心钱，老子能把棺材本都赔进去吗？爸，要不咱们去求求志远，他那么有钱，借咱们点垫上。你还嫌老子的脸没被你丢尽？求他，我宁愿去要饭。赶紧走！妈，喝口热水吧。对不起，儿子一直瞒着您，没告诉您我在城里到底干什么，让您跟着我受了这么多委屈。志远，你从小是个实诚孩子，妈就是想不明白，你既然有这么大本事，为啥非得瞒着大家，任由耀祖他们那么欺负咱们？妈，是您从小教我的，做人要踏实低调，不能有了点成绩就张狂。再说，大家都是同宗同族的兄弟，我本来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互相留个面子，可我没想到，我的忍让反倒让他们得寸进尺，让您连门都不敢出。妈，是我不孝。傻孩子，你说什么胡话呢？妈不委屈，妈一点都不委屈。妈知道你是个好孩子，遇到这么大的事儿还能沉得住气，不跟那些小人一般见识，
是妈没本事，没能护住你，反而让你操心了。志远哥，你比我想的还厉害。一开始我就觉得你这个人比林耀祖公正，但是没想到你深藏不露啊，竟然是什么大老板，平常这么低调，真是看不出来。你这丫头，就你嘴甜。大伯母，这下以后村里总算没人敢乱嚼你的舌根了。还有那个林耀祖，天天拿鼻子看人，现在倾家荡产，还要磕头认错，真是遭了报应，活该。行了，吃个苹果堵堵嘴。你马上要毕业了，要是愿意，随时来哥的公司实习。那就先谢谢哥了，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干。今天高兴，中午哥下厨给你们做顿好吃的。到底是致远建筑公司干的活儿，你们看这料子，这做工比原来气派多了。可不是嘛，人家致远大老板亲自督工，那还能差得了？咱们林家祖宗这回算是住上豪宅喽，可不是嘛。今天这第一杯酒，我得敬致远和素琴。咱们林家能出致远这么个有出息又厚道的好子孙，那是列祖列宗积下的福气。这也是素琴你教导有方啊。组长您太客气了，这都是致远应该做的，只要咱们林家好，比啥都强。太爷，您言重了，我林致远不管走到哪儿也是林家村的人，这杯我敬您，敬列祖列宗。好，致远说得好，来，咱们大家伙一起敬致远一杯，敬致远，敬素琴嫂子。别看了，越看心里越堵得慌。咱们现在就是全村的笑话，连个愿意跟咱们同桌吃饭的人都没有。爸，我真是活该，我天天吹牛，一出事就甩锅给致远，还总想把他踩在脚底下找优越感。我一直拼命的看不起他，结果到头来才发现，人家致远是我踮起脚尖都够不到的高度。行了，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这都是咱们自己造的孽呀！爸，您听，连这同龄都在嘲笑我这场可笑的闹剧，我真后悔啊！哥，这下总算是彻底清静了。你看大伯母笑得多开心，这段时间可把她憋坏了。是啊，只要妈高兴就行。耀祖哥也是，非要打肿脸充胖子，把自己的路走没了。他就是太虚荣了，总想着走捷径装场面。其实不管是做人还是做事，只有老老实实努力，踏踏实实过日子才是正道。